请多指教。我喜欢下黑棋，可以优先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喜欢下白棋，可以观察对手怎么开始，想出对应步伐。不知道他的下一步会怎么走，真期待接下来的局面。他竟然会走这一步，围棋真的很有趣，让我看到不同选手的玩法，每玩一局就增进了我的经验。围棋对弈是一场静静展开的对话，没有声音，但黑白两子相互倾听，不同的下法、不同的风格，都会让一盘棋局变得独一无二。这盘棋会走到这个样子，我还真想不到。但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喜欢围棋。平常的练习让我能够适应各种情形，勇敢地走出下一步。我也很喜欢围棋，平常的练习让我学会仔细观察，临危不乱。当我在下棋时，仿佛时间停止，身边的声音都干扰不了我，而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我很兴奋，但我头脑也保持得很清晰。围棋的每一步都是思绪心跳交织的时刻，无声之中藏着最深的波动。现在的棋盘就像一块拼图，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最适合的那片空缺。我觉得和对方一起找寻神之一手十分有趣。我一定可以像那些职业棋手一样，成为独当一面的棋手。我要向那些职业棋手们学习，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厉害的棋手。一盘棋，两双手，慢慢拼出彼此的模样。在对弈里，他们也看见了更远的自己。叫下这边吧。好，这里我觉得黑棋走出自己的棋局，写出你们的故事。女子围棋公开赛就是属于你们的舞台。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天是在大安国中来带来了精彩的围棋赛事第25届全国女子围棋公开赛哦。那我想在今天会有非常多优秀的小朋友，还有优秀的棋手会一起聚集在大安国中。那今天在转播的场次上面呢，总共会有6场的比赛。包括了我们会由开幕式来拉开今天的序幕哦。那稍后呢就会是我们的开幕式。那今天的6场比赛呢，也包括是上午场的3场比赛以及下午场的3场比赛。那刚刚在赛会这边也有提到，在下午场原先表定1点半的比赛呢，会提早半个小时来到1点来准时的开打。我是秉承今天的转播工作会与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所以也邀请各位亲朋好友以及支持围棋、喜爱围棋的好朋友们，能够来透过转播来一起来帮场上的选手加油。那今天呢，我们最主要在转播的场次上面，就会是有6、7段，这个可以说是在业余的棋士里面最高的段位来进行的这个对弈哦。我想围棋这种在棋盘上面静静的展开对话的一个运动赛事，那他所希望的就是呢，要带给棋手一个非常冷静，能够来好好的思考自己要怎么样来布局棋路的一个比赛，所以一定会相当的精彩。但我们话不多说，在开幕仪式准备要开始之际，我们就将画面交给现场了。所有贵宾，我们现场的所有选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的再一次参加见证这第25届全国女子围棋公开赛。在这里，
我代表中航棋协，我本身是副理事长刘丽玲在这边再一次的感谢海丰棋院为我们所有的围棋女子选手们从一刚开始的第一届，大家应该也看到整个手册里面的介绍，从24位一直到今天的442位这些选手们都在这里那齐聚一堂。其实女子选手一直是海丰棋院以及中华棋协非常重视的这一个围棋项目，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女子围棋的推动，将来一定可以带动整个家庭里面更多人学围棋。那我们也看到了女子围棋赛的蓬勃发展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海丰棋院甚至借由各位的手来，我们大家一起鼓掌，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海丰棋院那走过这24届，然后再来今天进到了第25届那今天大家在看到现场的确是有直播的镜头，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所有的贵宾们，还有我们在台上的职业老师们那我现在就让我先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来宾首先介绍主办单位海丰棋院林颖浩院长，再来介绍是协办单位台北市体育总会围棋协会杨泰雄理事长，中华民国围棋协会周继勋秘书长，还有中华职业围棋协会理事施一成教授。今天我们很特别的邀请到，真的是女子选手的特别的享受。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业棋士，也就是为我们亚运获得冠军击盘选手许浩宏老师，还有今天要为我们直播解说的2位职业老师刘耀文5段刘老师，林怡婷3段林老师，还有为我们驻场布盘的简继平老师7段，卢碧泉老师6段，林彦成老师5段，卢玉化老师5段，白新慧老师4段，李嘉欣老师3段。还有今天刚才已经先利用短暂的时间先跟各位说明的，我们今天担任大会的裁判长秦世敏老师，还有仲裁委员陈昌炎老师，他在前面。好，我们现在就要邀请我们主办单位代表致辞。首先就邀请我们海丰棋院的林颖浩院长来为我们致辞。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选手，大家早安。那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我们这个女子赛第一届只有24人参加，到了第10届有超过100个人参加。那今年这个25届的时候，真的很感谢有450个人报名，真的非常感谢，谢谢大家。那同时呢，还是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个一直协办我们这个比赛的中华民国围棋协会，还有台北市体育总会围棋协会，还有大安国中一直以来的这个帮忙，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没有这些人的帮忙，我们这个比赛也不能打到今天，真的很谢谢大家。那我们这个比赛初衷为什么开始要办这个比赛，是因为我们认为说女生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我们认为说女生下棋可以带动更多人来下棋。那更多人来下棋，这个世界一定会更有趣，而且更美丽。所以我们认为说，在场的所有的这个女棋士大家都是围棋推广的大使，真的也感谢大家这个下围棋，非常的感谢。那我们这个女生虽然这个下棋这个是不分体力，应该是男女都是很平等的，可是这个全世界还是下围棋的男生看起来是比女生还是多很多。那我们办这个比赛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希望说，所有的女生可以在舒服，也可以轻松跟好朋友下棋。那希望今天大家下得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可以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谢谢大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海丰棋院的林敏浩院长那其实我不知道在现场的是不是有一些选手们还不太清楚，我们林敏浩院长他其实就是我们林海峰老师的长子那所以推动女子围棋，也就是我们的林海峰老师他曾经立下的宗旨，也希望说能够更多的人更多就是他刚才有提到的，希望女孩子能够下围棋，然后推动我们，带动我们全部的家庭的每一个家庭，不管是大大小小都可以，每个人都会下围棋。那当然在这边我们也要感谢非常的感谢我们林文国董事长他一直不断的推动这个围棋，也不断的赞助这个比赛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海丰棋院那接着我们就要请协办单位的代表致辞。首先我们就请台北市体育总会围棋协会的杨泰雄理事长来我们致辞。各位贵宾，各位参赛选手，这个在海丰棋院，刚创立的时候，我是首任的这个店长。那我们在创立的时候，就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我们就遵照林海峰国手他给我们的吩咐，要我们来举办女子赛。那因为刚才林院长也说过，这个女子下围棋可以让围棋这个推手更加的便利，那么可以吸引更多人来下围棋。那今年呢，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25届。那我虽然不是女子选手，但是我每一届都参加，已经参加到第25届了。不过我是坐在台上，不是坐在台下，所以我从来没有缺席过。很高兴听到这个我们女子赛每年不断的成长，那我个人也是每年不断的变老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比赛会继续下去，那我也会继续的参加那最后来鼓励大家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很轻松很愉快的下出自己最满意的棋。谢谢各位。好，非常谢谢我们协办单位台北市体育总会围棋协会的杨泰雄理事长。接着我们再请协办单位的中华民国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周俊勋老师来致辞。副院长，各位老师，各位棋士，各位参赛的选手跟战友，大家早安。首先还是要非常感谢海丰学院的刘国董事长，然后感谢李院长跟海丰学院的所有工作团队，就是这20年来这样支持这个女子比赛，然后越办越好，到今天400多位的棋士参加，非常感谢海丰学院。那主要先跟大家说一抱歉，因为今天看到一些摄影机是中华棋协跟
遗属申请的经费，这是第一次跟这个团队合作的这个直播赛事的安排。那可能第一次合作，大家都还在磨合，会有一些问题发生，也请各位母骑手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就也能够尽量配合很多的活动。那也如果各位家长有看的话，也欢迎点击到海丰棋院的那个YT 的频道去观看今天的直播赛事。那最后就是祝福今天的比赛一切顺利，然后大家都可以上出满意开心的棋，谢谢大家，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请贵宾代表啊，那也是代表中华职业围棋协会的理事啊，施立成教授来我们致辞。各位贵宾、各位职业老师、各位参赛的选手，还有各位家长，我们交代台北大学金融系，今年系上的毕业典礼的致辞是有的致辞，但今天呢，其实比在学校毕业典礼的致辞还紧张，因为看到的是我非常熟悉在围棋界的一些这个老师，还有各位，我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围棋的学习历程，希望对各位有点帮助。我是小学2年级在彰化学围棋，我的启蒙老师就是齐树老师。当时他第一个学生就是我们一对一上课。我运气也很好，学了1年以后，不小心拿到了全国的青少年大赛的冠军，然后带了台湾，也不小心拿到了运气很好，拿到了世界青少年的亚军。所以围棋一直都是我一辈子的朋友。我从8岁到今年12月满50岁，他陪伴我42年，他丰富我的人生。尤其是我小时候，我5年级念台北市的仁爱国小，6年级念台北市的光复国小，所以我小时候就离家背井，住在老师家里。但是这2年在台北的2年，让我的人生非常丰富，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围棋也能成为你一辈子的朋友。后来在大专杯的时候，我交了非常多好朋友，像刘傲老师，以前我们常常争冠军。虽然他走了职业，我没走职业，所以我还蛮羡慕他。也认识了一些好朋友，例如说，我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来，我常常看他的脸书。陈佳宇跟这个吴俊，他们在大专杯认识，然后结婚，然后他现在女儿小学1年级也是初段。我很可惜，我2个女儿不会下围棋，我觉得非常遗憾。我看过他们一家人4个人在家里下棋那种画面，非常幸福，非常羡慕。所以在座的家长，你们也可以好好学围棋，可以跟孩子们陪伴他成长。最后，我想要分享各位3点围棋对我的帮助。首先，第一点，这一点对我来讲是非常深刻的。围棋对我来说，我从小到大，我输过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很上千盘。但这个培养了我忍受挫折的能力。人生如果活到80岁，有大概近3万天的日子里面，你就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你小时候可能爸妈把你照顾得很好，但是你长大进到这个社会，包括你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都是一种挫折。这跟下棋输了没两样，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还有下一盘，输了还有明天。所以这个忍受挫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非常尊崇林海峰老师他给我的3个字，其实也是给我他的扇子里面就会写3个字，叫平常心。我把这3个字当我人生的规律。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或是遇到你非常顺风的时候，你要非常好珍惜。这是围棋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所以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就在交大
教围棋，所以其实像许浩虎他还在辛苦，因为我没教过他。我在教他教围棋教了4年，也会有良多，从竞技上会有良多以外，其实我在教棋的时候也其实体会很多。很多小朋友刚学的时候，一输了之后就把棋盘给推掉，但是学了1期3个月以后，他知道胜不兴难，败亦可喜，他知道还有下一盘。所以在这一个忍受挫折能力，我希望各位可以跟着你身上一辈子。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会有良多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有复盘的能力。所以我现在对下棋非常的恐惧，因为只要那一天我输了，我那天晚上会睡不着，就看着天花板在做复盘。所以我太老不下棋，对，所以但是复盘的能力是在你人生里面非常重要。阿巴洛的姚世杰是我教大学弟，他跟我说阿巴洛的这么厉害，就是他持续不断的进步，他没有跟别人比，他跟他上一个时间的自己比，所以人生是一个很长的旅程。希望各位可以持续的进步，每日的进步。我们会遇到挫折，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进步，我们有学习能力。最后一个，可能家长最重视的，学围棋能学到什么？我们念书念到博士班，最后念的一个就是逻辑，一个数学就是逻辑。所以围棋可以培养各位很好的逻辑能力，也希望各位用这一份的逻辑能力，包含在 AI 的应用上，可以加惠我们这个所谓的社会甚至国家。所以希望各位享受你们这一次的这个比赛，成为你人生美好记忆的部分。谢谢。我非常感谢我们徐子教授因为在座有很多是蛮年轻的选手那也有很多年轻的家长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徐一成教授其实从以前就会被称为围棋神童，所以他也是我们已故的沈君山校长唯一的徒弟他非常让他觉得骄傲觉得他这个徐一成教授真的是除了围棋下得好，书也读得好，做人做事更好，所以今天真的在座的各位很幸运能够听到他暖身之后，他开了金口，对金奖那现在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徐教授，对，希望大家能够受益良多。接着我们再请今天的我们会有一个直播讲师的代表我们请刘耀文老师来为我们致辞一下。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刚才施教授讲的太精彩了，然后我想讲的都讲差不多了。OK， 那今天是7月5号，地球也还在运转。OK， 所以各位这个女棋手呢，我们就享受这个7月5号这个精彩的围棋的盛会。希望大家今天下好棋，那输赢一场棋，赢的固然开心，那输了也有收获。好，谢谢各位好，我们非常谢谢刘耀文老师他期待我们今天的直播，大家都知道他是名嘴所以到时候他的直播一定相当精彩的。好，那接下来因为刚才我们是在比赛规则的说明的时候，有请我们裁判长秦世明秘书长，秦世明老师他已经刚才有跟各位解说一次但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就请我们郑建华郑主任来说明一下，还要补充一下。好，各位同学、各位选手，大家好。在我来补充之前，我一定要说一下我们施一成老师。我们施一成老师这个是我们围棋界棋学兼备，书读得好，棋下得好。当年这个下完棋，后来他选择去读书。如果他当时没有去选择去读书的话呢，现在就没有柯洁跟申真谞的事了所以呢，等一下你们可以找他问一下。第二件事情呢，各位爸爸妈妈，刚刚施老师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很羡慕人家一家4口下围棋。各位爸爸妈妈，如果你很想要学点围棋，下个学期我们大安国中会开设爸爸妈妈围棋教室。我们是会邀请我们的同学还有我会教大家，我算教的不错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欢迎来报名，来参加我们大安国中的爸爸妈妈围棋教室。明年3月8号，我们会帮大家办一个新庙会的围棋赛，也会有爸爸妈妈的准备。好，那么今天呢，有一些事情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我们裁判长有跟大家说，所以我要拜托各位，第一件事情，等一下在比赛过程里面，请你不要出现手机、3C 产品、耳机，只要你出现被裁判发现，我们当场判败。抱歉啦，最近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非常好，整个资讯科技造成我们围棋比赛有些困扰，所以请各位不要在我们会场使用这些3C 产品。我刚刚看开幕典礼有人在用手机的，别让比赛过程只要你出现手机、耳机、其他的，我们就会当场判。裁判我再提醒一遍，只要出现电子产品，当场判他该场起输。这一点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二个，等一下各位如果要去上洗手间，计时器不可以关机，也不可以按暂停。所有的比赛过程里面，你要去上洗手间，请你不要把我们的计时器按暂停，因为这已经违规了所以提醒大家，也就是你要很快去，赶快回来。这一点提醒各位。好，另外呢，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最近这个比赛经常有一些儿女比如说比赛有人舞弊等等之类的，所以未来很多比赛，尤其高档的比赛，我们可能要屏蔽现场的讯号，我们可能会做现场讯号屏蔽，所以如果对你造成不方便，在这边先跟各位说声抱歉。那今天没有，但是先提醒各位，以后比赛尽可能除了手机以外，3C 产品不要带来我们会现场叫你缴交出来，所以也提醒大家。好，那么现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说一遍，现在请所有的选手开始找位置，我们3分钟后我们要开始。好，开始。好，我们现在贵宾们，我们要先拍个大合照，等一下会请院长请多指教。我喜欢下黑棋，可以优先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喜欢下白棋，可以观察对手怎么开始，想出对应步伐。不知道他的下一步会怎么走，真期待接下来的局面。他竟然会走这一步，围棋真的很有趣，让我看到不同选手的玩法，每玩一局就增进了我的经验。围棋对弈是一场静静展开的对话，没有声音，但黑白两子相互倾听。不同的下法，不同的风格，都会让一盘棋局变得独一无二。这盘棋会走到这个样子，我还真想不到。但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喜欢围棋。平常的练习让我能够适应各种情形，勇敢地走出下一步。我也很喜欢围棋，平常的练习让我学会仔细观察，临危不乱。当我在下棋时，仿佛时间停止，身边的声音都干扰不了我，而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我很兴奋，但我头脑也保持得很清晰。围棋的每一步都是思绪心跳交织的时刻，无声之中藏着最深的波动。现在的棋盘就像一块拼图，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最适合的那片空缺。我觉得和对方一起找寻神之一手十分有趣。我一定可以像那些职业棋手一样，成为独当一面的棋手。我要向那些职业棋手们学习，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厉害的棋手。一盘棋，两双手，慢慢拼出彼此的模样，
在对弈里，他们也看见了更远的自己。就下这边吧。好，这里我觉得黑棋走这里是出自己的棋局，写出你们的故事。女子围棋公开赛就是属于你们的舞台。请多指教。我喜欢下黑棋，可以优先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喜欢下白棋，可以观察对手怎么开始，想出对应步伐。不知道他的下一步会怎么走，真期待接下来的局面。他竟然会走这一步，围棋真的很有趣，让我看到不同选手的玩法，每玩一局就增进了我的经验。围棋对弈是一场静静展开的对话，没有声音，但黑白两子相互倾听。不同的下法，不同的风格，都会让一盘棋局变得独一无二。这盘棋会走到这个样子，我还真想不到。但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喜欢围棋。平常的练习让我能够适应各种情形，勇敢地走出下一步。我也很喜欢围棋，平常的练习让我学会仔细观察，临危不乱。当我在下棋时，仿佛时间停止，身边的声音都干扰不了我，而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我很兴奋，但我头脑也保持得很清晰。围棋的每一步都是思绪心跳交织的时刻，无声之中藏着最深的波动。现在的棋盘就像一块拼图，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最适合的那片空缺。我觉得和好，欢迎回来第25届全国女子围棋公开赛。来看到我们第一场比赛，刘安云跟周瑜堂两位选手准备要来进行他们在今天比赛的第一场对弈。然后想两位选手看起来都十分的年轻，但是在围棋的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是从幼稚园大班就开始第一次的来接触到围棋。好了，两位小朋友现在也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对弈。那在这两边的交锋上面呢，会先从画面的右上方开始。那在安云跟于堂两位选手的对弈上面呢，同时我们也邀请来了今天我们第一场比赛的奖评老师是林依婷同学。老师您好。大家好，我是林依婷，然后目前职业3段。是，今天要麻烦您哦。那么其实第一场比赛在画面上面已经可以看到了，在现场的画面上，两位小朋友已经开始了他们今天的第一盘的这个对弈哦。以这样子的开盘来讲的话，我们要请依婷先来聊聊一下，以目前的局势上来讲，这两位选手是在做怎样的布局呢？这个算是蛮常见的一个 AI 的开局，就是双方都下，就右上角目前下的那个也是 AI 的一个蛮常见的一个定式。是。目前这样看起来的话，还算是比较中规中矩一点。在解说画面上面，现在我们也是开始在复盘哦。
棋是打吃完之后脱线，打吃完之后，一般来说可能打吃完之后会藏出来，然后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战斗，那可能黑棋会，可能会往这边先飞一个，或者说这边先虎一下，然后反正往这飞一个，那白棋应该得跑一下这2个子，然后黑棋再顺势跳出来，这个算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变化。那实战的话，白棋没有跑出来，这个下法比较少见。那应该也都还可以。先继续。因为看起来现在双方已经把原本在右上角的这个视角给转移到了画面的左半边这里。对，现在布局都还算是比较正常。这2位对局手，我其实没有到很熟。那他们2个年纪都比我小，对，看起来都还蛮年轻的。对，像老师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围棋？我是从小学1年级开始学围棋，然后对，真的有很多很年轻的这些对，其实有蛮多都比我年轻就开始学了。我好像这个年纪已经算是比较晚一点。在来之前的时候，我查资料，我发现真的有很多人是从可能幼稚园大班对就开始在接触围棋这项运动，而且大概以这个年纪上面来讲的话，要进入到升段，大概就2到3年的时间，其实说不定就已经是要进入到初段的这个行列了。对，实战白棋逼住，这个都蛮正常的。然后黑棋往上拆。2个人下棋速度都算比较慢一点，因为我们一般这种业余比赛，可能布局上会下的比较快一点，因为会主要想要把时间用在中盘的阶段，因为中盘通常会比较激烈，会比较需要用时间。那布局的话，可能就是想说，反正不要亏太多，一般来说都还好。对，但是他们2个就比较谨慎，所以可能也第一次被直播，所以有点紧张。对，那在这次的全国公开赛里面是10限各20分钟，会有读秒20秒的2次对，算是比较快的。对，所以在时间上面也是2位选手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他们其实在一开始的序盘上面就花了蛮多的时间在思考的。对，那据我所知，这个白棋下棋好像就是这个周宇堂小朋友，他好像下棋速度是比较慢一点。是。那思考版就会比较久，那主要就是在刘安云这边刘安云如果被对手的这个 tempo 带着走的话，就怕他后面可能到了中盘的时候，他能够思考的时间就不会到那么多。这个刘安云的话，他是海丰棋院的学员，就是每天都在训练的，所以可能对于布局方面也比较熟悉。就是相较于他的对手，可能是平常比较。虽然可能也有在训练，但是就是时间肯定没有那个刘安云小朋友花的多，所以说可能布局方面来说的话，他肯定会比较熟练，所以他下的比较快也比较正常。实战白棋这个棋尖冲，黑棋正常来说应该会贴这个，然后白棋怎么下？长一个，黑棋就飞过，这样。白棋可能拐一个吗？就白棋尖冲的想法应该是想要压缩这一块，就是不想让黑棋一手棋围得太大。比如说这地方如果再不下的话，可能比如说以后被黑棋跳到，可能这地方有可能是会围得蛮大的。对，等于说在右上方的这个腹地会整个被黑棋控制住。对，尖冲应该也算是比较正常，就想要压缩一下这一块，让黑棋不要围得太大。那正常来说，这个应该也不太能被对手挡下去，所以可能会想要，就是反正应该就是贴跟爬之间做选择。然后这边黑棋开始参考。其实刘安宇在这几步上面的思考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应该是2个人第一次被直播，可能都有点紧张吧。他们应该之前下比赛都没有被直播过。
对，尤其像刚刚老师你有提到刘安宇，他本身是棋院的选手啊，对，所以就是每天都在训练，每天都在训练，每天都在下。对棋盘来讲，应该是很熟悉的，只是在棋院下棋，并不会有人拍着，看着你的每一路棋。好，所以刘安宇思考许久之后的回应，也跟老师预测的这个白棋没有太大差别哦。跳跟长意思应该也差不多，反正尖冲的意图刚才也讲过了，就是那个消一下黑棋的模样。那现在的话，如果我是黑棋，应该会想要夹过。这样的话，反正就把上面的空都围住，应该可以满意。或者说，或者长一个，就等白棋接住黑棋再飞过，应该也是一种下法。那反正应该都得渡过去，不然这个地方如果被白棋挡下去的话，那就有点太大了。挡下去之后，就是黑棋要处理这2个子，而且这边还有个长，所以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反正黑棋应该得想办法度过，只是度过看看怎么度过吧。老师在选择挖，那挖的话，应该也会拆个2。反正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我自己感觉挖可能不一定便宜，就是一样要度过的话，可能这样的话让白棋外面这个子就是形状更好一点。我觉得因为老师刚刚有提到要么夹要么长，但是刘安宇这边是选择使用挖。那以老师刚刚所预测的跟刘安宇最后做的这个选择，在差别上面大概会是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吗？就是我觉得挖完之后，刚好这个棋白棋飞一个，感觉这个形状还蛮舒服的。对白棋来讲是舒服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黑棋挖这个可能不一定便宜，因为挖完之后让白棋就一手棋飞在这边之后，感觉跟这个相比，刚才单场，那白棋它可能不会飞这个，就飞这个可能棋形有点奇怪，那它可能还是会那什么接一个或者跳一个之类的，反正黑棋再飞过。这样白棋这个棋形可能就没有那么好，那可能下一步棋也不太知道该怎么下。那但是实战等于说用挖的话，就很明显白棋这个棋就知道它得补个段，所以说我觉得挖可能不一定好，当然应该也没有亏到很多，就其实布局阶段我觉得亏一点点都无所谓。是。对，目前在右上方的这个腹地上面的话，就是刘安宇这边所掌握住的哦。白下了，白棋飞这里，飞了之后，飞完之后脱先了。这步棋也非常的大。那现在黑棋可能有点迷茫，不知道该下哪。飞这个，不知道白棋刚才有没有可能应该守住这个角地。因为感觉刚才如果尖黑棋长，然后白棋再脱先吗？再走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因为实战感觉这个飞还蛮大。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可能也不一定。下。黑棋贴出应该蛮必然的，就这地方可能不能被轻易的压住。是。可能好像有2种下法，一种是贴，一种是尖。不过贴这个应该比较常见。那反正就是要出头，意思应该差不多。那如果说贴的话，局部白棋有一个下法是可以先虎一下。那虎这个的话，意图就是看看黑棋，黑正常来说如果挡住，这局部白就可以冲断这个。如果没有虎掉的话，你直接冲断被队友直接吃掉。那你以后再虎的话，黑就可以弯这个，这样的话就什么棋都没有。但如果挡住的话，这样白棋就可以打这个，这样黑就爆炸。所以说，白棋一个比较好的次序是先虎，先看看黑棋它要不要挡住。那如果挡住的话，这地方就可以冲断。冲断的话，黑棋就只能。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虎哦。
好，那实际上直接搬。正常来说，虎一下应该都不亏，就是因为其实虎的话，黑棋正常来说好像挡住是亏的，黑棋应该会弯一个，那这一下交换应该不太可能会吃亏。那实战直接搬的话，就将来有可能会虎不到。看刘安宇要比如说黑棋现在就，现在如果黑棋搬，白棋怎么下？长，这样才虎。刘安宇在思考上面也是，还蛮谨慎的哦。在想黑棋有没有可能拐这个？拐完的话就可以搬，这样白棋应该就只能长，然后黑棋再虎。目前在左上方的局势上面的话，黑白这两方会是谁比较占优势？应该也就差不多吧，可能就对，就也没有谁占优势的说法。反正这个就是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变化。实战黑棋搬了，白棋应该就是要长吧。长不知道黑棋是虎这个还是怎么下？应该就虎吧。说白棋怎么这时候又在想？搬完应该只能长吧。两个小朋友在思考上面没有老师这么快没有。那可能会觉得在续盘一路到中盘，如果没有把这些事情给做好的话，最后在官子上面可能比较没有把握，所以希望在前面的时候先把整个局势，至少对自己来讲是比较明朗化一点。但是我觉得这种业余比赛就是布局得下快一点，因为通常这个胜负的关键真的都会在中盘。就是你就算布局下得很好，你中盘那个读秒只有20秒2次，其实很容易失误。是。然后一失误就是你前面不管优势有多大，都有可能把那盘棋葬送掉。实战白棋选择断掉。你如果打，白棋怎么办？如果打完拐，这怎么办？莫非打他要冲这个？应该不可能被提掉吧？如果长的话被拐，如果说他挡住的话，这两个只被吃掉，这样感觉应该不太对劲。刚才打一个，我不知道白棋怎么办。这个实战选择接住。不知道打一个到底怎么办？我没看出打一个怎么办。不过目前其实，在左上方这两边在选择上面跟我们所思考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那黑棋应该要长吗？突然不知道黑棋该怎么下了。等于说，从双方的争夺目标进到了左上方之后，大概有2到3手的这几步棋，跟我们所原本预测的这几步棋几乎都完全脱钩了。
棋刚才断一个，白棋应该只能长，然后黑棋拐。然后如果说白棋打这个的话，被黑棋这样冲完之后打了长，这样这个棋形看起来白棋应该不太对劲。这个等一下被缠，应该感觉这边又要爆炸，然后这块暂时也没活，所以刚才打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感觉黑棋错失了那个机会，接住的话，可能棋局又漫长了。好，13是先长，然后拐一个，拐完之后是打算打吧，打完长出来，这样的话。如果白吃不掉这两个的话，白棋应该不太行，所以白棋可能不能接住。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你不管怎么下，反正黑棋往外拐，白棋没有办法直接把黑棋贴死的话，应该就吃不掉。所以说，白棋可能只能打一个弃掉，这样。虽然还没下，这几步棋的思考，两位选手都花蛮多的时间的。感觉现在应该是黑棋占上风一点，就是你现在打吃好像不太知道白棋怎么办。那刘安宇在思考上面，除了比较谨慎以外，感觉也算是比较保守一点了。如果说接完之后，怎么办？感觉不好办。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可能应该跳？不知道。你看他实战下了吗？哦，他下了，他往这下，脱先了。这个突然又来这边开启了一波战斗。就左上方的战场没关系，我们先放在这边。他两位选手都想的比较复杂一点的话，那我们就拖先去其他的地方看看。他们看起来不打吃，应该是觉得他这样下不便宜。不知道。因为他想说，反正这期暂时白棋也不会来这补一手，所以想说先来这边看看将来有没有别的可能，说不定他将来是从这边来，就不会去吃这两个字。哦，13白棋还没下。因为有一个 AI 的下法是往这靠一个，那算是一个局部，就是 AI 出来之后 AI 教的一个招。但是，现在靠的话应该也可以。那黑棋大概几种下法，就可能什么搬外面，或者搬里面，或者退都有。那，摆个比较简单的吧，就搬这个，然后白棋反正就是，简单的在局部做活。立完之后搬进去，那因为黑棋这里本身有个断点，那如果说挡住的话，这棋白棋先手虎一下之后，再往这搬，然后简单的在这边搭一个小堡垒做活，这个是靠一个的意图。13白棋下哪？哦，白棋左上方一个小马步，就下一下突然又不下了。对，这样的话黑棋可能会长一点。因为如果你断掉的话，白棋有可能就直接这边打一下之后，就把这个给贴住。这样黑棋虽然说可以吃掉这几个子，但是，白棋通过弃子之后，外面这里都先手包住，黑棋可能吃了不一定便宜。
所以可能还不如就缠着，然后这个子就让白棋贴死，这样可能会比断吃来的好一点。就是断虽然吃得到，但是被弃子可能不太好。这边是碰了这个变化，然后实战白棋拖先往这飞，感觉下的有一点点奇怪，感觉两个人的想法上有很大的出入，一个觉得这边一手很重要，然后一个觉得这边比较重要。所以跳下来，就防止白棋进来这个角，然后白的这时候往这碰了一下，那碰一下就是反正他的想法就是，反正这个地方你都已经跳住，这就是你的空了，所以说我将来也不太可能再进来，那这地方外面碰一下应该也不会亏，反正就是外面利用一下，然后碰完之后还没有下，碰完之后感觉白棋有点难下。白棋问题应该是刚才这个地方应该扳断还是有点过分，就可能正常还是就这边先虎一下，然后再往这边出头，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下法。就是因为你往这断之后，其实本身自己的棋形也没有很好，然后这两个子其实也没有这么脆弱，所以可能也比较难去攻击它。所以说刚才扳断感觉稍微有点，应该有点过分。好，现在白棋往这拆，现在的形势感觉上应该是黑棋占上风一些，感觉黑棋会比较好下。因为这几波两边在交锋上面哦，黑棋在先手的味道会比较明显一点。看起来在目光的争夺上都会是刘安宇这边先来发动攻击。现在黑棋这棋感觉有点迷茫，就虽然看起来好像黑棋比较好下，但是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下。打入怎么样？不太知道该下哪。这局部以后打入，其实白棋感觉有点难下。就这地方，白棋本身棋形其实没有很好。就是将来打入应该也蛮严厉的，但是暂时可能不会打入，暂时可能这边想办法攻一下这两个跟这两个，看怎么缠绕一下。黑棋现在时间剩下5分钟，感觉他们这个布局还是下得非常谨慎。是，感觉花的时间特别多。他们两个下棋应该本身速度就是比较慢的，尤其那个刘安云的话，他因为平常训练的那种时间应该都是，比较久的，就是那种下比较慢的那种棋。就是因为他要准备那个考职业的话，我们那个比赛会是，时限比较久，就可能有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等等的，反正就是时间会比这个20分钟来充裕很多，所以可能布局上会下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就想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突然来下这个时间比较快的这个比赛的话，我觉得可能策略上要改一下，就是可能布局速度还是要再更快一点，会比较好。但是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所以反正也就是自己调整好，应该就没问题。而且毕竟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了，所以这一开始还是会希望能够先缓解一下自己比较紧张的情绪。实在黑棋往这打入，然后白棋靠住。靠住的话，黑棋应该就挖一个吧。这样的话，
白棋应该就打外面，然后唱一个，黑棋把这个角捞了。我刚才主要觉得打入不一定便宜，是因为打入其实很有可能打入下完，黑棋就是把这个角给捞了。然后，但是不知道现在捞角便不便宜。主要是捞完这个角之后，白棋外面可能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图的话，黑棋比如说什么拐完之后，啪一个，这样下一下之后，白棋外面变得比较厚。因为现在我感觉现在的焦点应该是黑棋如何攻这4个字。但是现在走完这里之后，白棋比如说白棋这个棋先板粘掉，然后黑棋可能得补一个，就只能这样。之后黑棋是一个后手做活，这个地方等于说让白棋先动手。我感觉上，如果说黑棋这棋先不打入，其实白棋本身可能也不会自己来补一个，就可能他也没有时间自己来补一个，就你先想办法攻一下这几个。就我觉得其实打入应该还可以，反正就是先看看白棋怎么下，我也不确定打入白棋怎么下。如果说白棋，比如说，所以老师会觉得现在就应该是刚刚刘安宇先选择做打入的这一手稍微早了一点点。对，我觉得打入就是本身这个局部打入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点，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焦点会比较放在如何攻一下这块棋。就因为现在打入很有可能就像他实战这样，变成白棋外面特别厚，然后在外面白棋先动手的话，就感觉黑棋有点错失了机会。不过因为这个本身也很大，所以可能问题也没有很大。刘安宇跟周玉堂两位都是目前业余6段的选手哦。对，但是应该都算是有7段实力的选手。然后实战就是按照我刚才摆的这边的布局，就跟老师所思考的是一样的。不过这地方白棋好像可以搬，刚才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话，搬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黑棋打吃完之后，应该是只能打贴。这样的话，白棋目数可能会比刚才力来的更好一点。然后黑棋得兼一个做活。这样可能搬一个比较好。然后实在还没有下，应该就是在力跟搬之间做选择。这种比赛一般来说进入读秒之后会特别的刺激。是。你现在在思考上面的话，大概都是一边4分半，一边是4分钟出头。对，算是差不多。那周玉堂，或许这盘棋他的压力会比较大。在去年第24届的时候，他最后是拿到了在6、7段这个组别的第2名。对，他当时那个冠亚军加赛的时候是比较可惜，是那盘棋就是应该可能本来是要赢了，但是后面就自己在读秒上出了点失误，然后就输掉了。所以说今年应该也是非常想拿冠军。对。不过他去年也是发挥的非常好，好像赢了7段的高手。是。说今年看看有没有机会血耻一下，拿个冠军。这地方白棋想蛮久的。想完之后他选择力，那力的话黑棋应该就会倒。然后感觉这个板粘应该蛮大的，因为板粘反正他是个先手，走掉应该不会亏。因为如果不走的话，这局部以后如果被黑棋搬到，然后这地方打到，就白棋的这个棋形会不太好。所以说白棋这个板粘掉应该不亏。实战也下了，那黑棋尖一个应该也是必然的一手，因为如果不下的话，这地方被尖一个，这块就死掉了。就如果挡的话，我一般这眼位是不足的。那如果往这边下的话，我这一大飞，这样这块也没有活。所以说黑棋实战尖这个也是必然的一手。那接下来可能就比较难一点了，感觉又进入了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现在又不知道该下哪。
第一感是往中间飞一个，但是这种棋就是比较困难，就是如果说你下一下没有攻到，或者说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很有可能你下一下是会落空，就是因为这种在空中下的，它不像这种就是你拆一个很明显它就有价值，但是这种空中下一下，有可能你将来下下它其实围不到目数，然后这步棋价值其实就是零。是，对，所以这种棋特别难。好，实战白棋选择靠一个，那黑棋应该就会搬吧，然后白棋长，这棋感觉特别难，不知道该下哪。我刚才的想法是飞一个，飞一个的话。就是如果说这局部黑棋现在都不出头的话，这以后白棋飞过来，这里可能会有这个成空的可能性。那如果说黑棋出头，比如说靠一个，再长，这样白棋就比如说长过来，这样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因为它实战用靠的。那如果说黑棋搬，白棋长。然后黑棋这个局部顶，白棋长，这里本身欠个冲断，就是跟刚才飞比的话，飞的话外面应该比较厚一点，用靠的话，我也不知道飞会不会比较好，但反正它的意思应该差不多，反正就是把这个黑棋的头压住，不让黑棋一手棋跳出来。因为现在在右上方的话，就是最一开始的序盘上面，周玉堂这边是落于下风的，但是他现在在左半部是已经有围起来了。然后实战黑棋搬，然后白棋应该就只有长这跟长这两种选择。如果长这的话，黑棋如果往外长，这局部白棋断掉。这样黑棋应该不行，所以如果白棋长这个的话，黑棋应该得补断，补断可能就虎一个，虎吗？虎的话，这局部以后被跳一个好像有点难受，因为这局部还有个尖。那他碰这个好像是好棋，就碰完之后，好像黑棋这局部不太知道该怎么下，那长被断掉的话。如果说拿不住这个子，那这样的话黑棋应该不太行，所以可能不太能长，那也就得补断。那补断不管补在什么位置，这局部反正白棋一手棋可以把它扳住，那应该是可以满意。所以我感觉他靠这个下的还不错，那可能比我飞一个还要好。靠一个确实好棋。那实际上黑棋搬完之后走这个。再回到左下方来讲，那周玉堂的话，在上一个年度的公开赛是唯一一位六段的选手进入到最后的决赛没有冠军好像也是6段哦。去年张玉成也是6段哦。他是那个夺冠的时候是6段，然后夺冠之后升7段。OK， 对他们那个，所以他们在最后的冠军赛等于是2位的6段选手。对他们去年特别就是让人家跌破眼镜，他们2个黑马窜出来，就是他们2个那个打败了一堆7段高手，然后2个最后杀进决赛，居然是2个6段的对决，是非常的不容易。升段真的是不容易啦，尤其是你其实基本上到了后面的比较高段位的时候，你每一次要取的这个人数，其实你的分母都会变很多。对，实在黑棋往这夹了一个，然后白棋接住。黑棋走这下应该不亏，唯一亏的可能性就是将来黑棋有可能断掉，那我也不知道可能性大不大。这感觉看起来应该不亏，不过黑棋夹完之后想要做什么？靠下来，
他想要高效补断，就是不想要一手棋。比如说我刚才摆的这个虎，可能就看起来就比较笨，那他可能补在这种有木的位置。就如果说靠这个，如果说将来看成这个顶先手的话，那这样搬下来这个棋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看起来靠一个还可以，靠一个的话，白棋应该会搬，黑就退。那如果说可以交换到这几步，白棋不知道会不会顶，因为如果不顶的话，这局部被顶一个也很难受。那白棋如果顶的话，这局部以后黑棋要做活，黑棋往这拐，白棋如果还得补回去，感觉也很难受。所以说，不知道这时候白棋有没有可能虎这个比较好。就虎的话，虽然说黑棋这里多一个打出来的手段，但是暂时打出来这地方白棋就长，感觉像这个地方也不像是白棋会死掉的样子。所以说大概虎的话，感觉上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接的话，刚好让黑棋这地方有一个靠下来的手段。但实战也没靠。实战，他可能想说自己交换一手之后再靠。应该也可以，不过我觉得黑棋应该直接靠会比较好。但如果说白棋搬上面，黑棋就长。那反正如果说白棋补断的话，黑棋等于说就已经补掉这个断点，黑棋就可以把头长出去。那可以长到这里的话，我觉得应该总是可以接受。虽然说这边可能亏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头还是非常重要。就跟被白棋搬进来比较，这个如果说被白棋搬到的话，中间很明显这个白棋成空的可能非常大，所以说如果长出来的话，那中间看起来就应该就围不成什么空了。所以说，我自己感觉黑棋可能靠一个会比较好，因为靠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棋形的要点。然后实在接住白棋搬，感觉上黑这地方有点错失了一点机会，不过应该也还好。那现在的话怎么下？现在打一下应该不亏。打完之后，如果依照正常在中间继续下的话，比如说往中间再抢一个，这白棋其实非常有可能会来抢这个跳。这样的话，有点不太知道黑棋怎么办，所以黑棋可能不太能抢。但是黑棋选择打吃，但是感觉黑棋有点难下。可能反正早晚得来这边下一个，但是这被白棋打过来的话，就如果刚才靠的话，应该会比较好。靠完有可能挺头出去，现在被人家直接搬过来，然后虽然选择拖过，这样白棋一手棋打过来，感觉上这一串应该是白棋蛮成功的，就是白棋刚才一手棋靠过来之后可以下成这个样子，应该是非常满意的。这个打吃应该蛮大的，主要是现在可能也不太知道该下哪。他往这提了一个，他提一个是想要攻这3个子，提一个本身价值也非常大。他可能觉得这个打吃不急，就先看看这局部会下成什么样子。那感觉这个风云突变，突然感觉黑棋好像不太好了。其实，在整个左半部包括是刚刚最开始的上半部，跟我们后面一直在讨论的下半部，刘安宇这边感觉都有错失了几手，可能是更不错的选择。对，这个双方已经都读秒了，所以都是20秒。对，所以稍微有点失误其实也很正常。虽然这个白棋的选择感觉稍微有点疑问。就感觉提这个可能有点问题，因为如果说你现在，比如说现在下成这样，他现在本来提掉，我是以为他想要攻这3个子，但是他现在黑棋飞，他又来围中间，然后这地方很明显留下一个这个飞，那这地方等于说白棋没有办法直接把黑棋一手棋封住，那感觉上白棋这个思路可能稍微有点矛盾，就是又想围中间又想攻他，然后可能下完这步之后，他又觉得长一个有点过分，然后所以又不敢长。那我就感觉这个思路不太对劲，就是感觉突然怪怪的。
感觉应该就是正常，可能打一个应该白棋还可以。然后虽然就走成这样之后，这个黑棋其实最简单的一手棋吃回去就回家了，而且这个地方穿出来，其实感觉白棋不好对付。实战白棋在爬这个，感觉应该有一点问题。这个白棋下的，现在双方在只有20秒的思考时间的情况之下，因为他们前面真的每一步棋其实都花超过20秒啦。对，突然间被压缩到只有20秒的思考时间哦，你就没有办法想的这么多手。对，所以我刚才才会说，就是在这种比赛，那种节奏比较快的这种比赛当中，一般那个布局会想办法，就是尽量不怎么用时间，然后又不落后，就是尽量想办法做到。虽然说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就是这个应该还是蛮重要的一个策略。实战黑棋直接退，我想知道如果黑棋这地方冲完之后，我直接走，就是他实战就直接走的话。应该会比较好。这如果说白棋接住，黑棋一手棋可以挡在这个地方，这样跟退在这里比较的话，应该棋形上来说这样会明显比较好。就可能这种棋形上面来说，应该下的是稍微有点小瑕疵，就是这个地方退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冲的话应该会比较好。但是因为他们在读秒，所以其实出一点失误感觉都比较正常。现在白棋进入最后一次读秒。实战黑棋冲完之后搬，然后白棋加这个，那一长。那白棋现在这4个等于说没活，那他现在又要想办法做活。那他做活一手之后，这里有一手非常大的一手飞。就这地方，谁先走到差非常多，就是黑棋飞进来之后，中间可能少了很多目，实在断了。现在特别的激烈。我老师刚刚所提到的那一手飞，如果是周瑜堂来抢，白棋来抢的话，看他是飞一个还是贴一个。就是如果走到的话，中间这个目应该蛮多的，而且本身其实飞到之后，地方可能还跟这有点关系，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比如说，如果说白棋走到的话，说不定这个打吃就不成立了。不知道黑棋有没有可能先打？然后因为这地方其实先手吃2个子，价值还是非常大的。就如果说白棋一手棋走到这之后，很有可能打吃白棋就可以接住了，这样这个打吃就不成立。我长住往这飞一个，看起来可能这2个就死进去了。所以我刚刚在想，就是黑棋有没有可能应该先打？因为先打的话，白棋应该不能接吧？白棋应该只能打。就是如果说可以先手走成这样的话，那可能就降低了一点这里的价值。但是实战，两边目前的目光都还是在一起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一面哦。这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感觉现在特别的精彩，黑棋往这一点，点这个。点这个应该是想说，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搬的话，他担心白棋长一下之后把它给断了，这样的话可以打完冲。白棋搬，就如果说他现在，比如说像他实战这样点一下交换到的话，现在黑棋就可以。这里打一下之后，这里再打一下，然后这就可以断死了。就他点应该是这个意图，这其实算的还是蛮远的。就点完之后，他就可以把这个给扳住了，因为后面点有可能就被粘在上面。
就他在这个瞬间点这个，感觉应该是好棋。然后实战接住，其实感觉还蛮厉害的，就是那种小朋友的计算力，就可能平常也有在多做题目，就平常做的题目其实蛮多的，就感觉这种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所以感觉点应该是好棋。不过这地方黑棋好像这个棋形感觉有点缺陷，现在白棋往这场，黑棋应该只能接这个，这样的话这边就有可能变成白棋先手活。不过白棋这中间的棋形感觉没有到很好，感觉现在画面特别的乱。现在白棋怎么下？就反正中间这个段是已经不成立了，就是他刚才这个点已经防掉了。但是这地方因为有这个冲，只要往这冲，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冲这个？冲这个说不定被对手接住，因为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可能冲就如果说一样能冲下来，可能冲这边会比较严厉一点。就冲这边的话，就下一手一冲进来，虽然说也是蛮大的，就现在白棋可能得补一个。这个棋形是补在哪？感觉很想立啊！冲进来了，这么勇敢。所以周玉堂在这个部位的话，还是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啊。感觉白棋应该有点冲动了，这个地方自己都还没有活，居然还敢冲进来。我感觉黑棋现在如果抓住机会的话，应该有机会一举制胜。但是具体怎么下，我也不是很清楚。现在这画面特别乱，白棋这棋正常来说应该得补个活，看是什么立一个之类的。这棋形好像有点难下，就立一个吧。这样的话，黑棋应该得补回去。这样应该比较正常。那实战他直接冲进来，这地方给黑棋先下，实战往这，然后白棋搬。这看起来应该是白棋要死掉，就感觉白棋突然间就崩盘了。就是白棋应该只能打吃，然后黑棋就把这个给提了。这块棋能活吗？看起来不像能活的样子，感觉棋局突然就结束了。有可能这个白棋读秒的时候，他就有点慌张。就是自己都没有活的情况下，突然就来冲进来。虽然说感觉可能白棋确实下到这时候已经有点被动，感觉像刚才这个白棋是什么提掉，然后就是从提掉开始的这一串应该是下的有点疑问。就提掉之后，感觉这个思路有点不太连贯。我说其实白棋这边下的还是非常好的，就我刚才一直夸他这一串。就感觉他这边从靠开始，这串下的其实蛮好的。那从在倒数20秒的时候开始，其实在每一路棋上，对周玉堂来讲，这压力就越来越大。慢闪接住，其实这个棋也还没有到完全不行，就其实因为毕竟在读秒，还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感觉那个棋不管领先多少，其实因为这个有读秒声的催促下，是很容易出现失误的。然后现在这边中间有个段，黑棋先跳一下补段，白棋应该会冲，然后跳完之后也没补到，还得再长。感觉白棋中间这个棋形也不知道该怎么下。这地方本身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个冲段，但是暂时这个冲段是不成立的，因为这地方黑，就比如说，就将来吧，这个棋在冲段之后，黑棋就往这打，这白棋自己都没有连好，所以说暂时这个段应该是不成立的，所以暂时这边没有断。
然后实战黑棋，刘安宇并没有选择唱，他没有唱，他冲这个，黑棋断上来，我的天哪！那现在等于说，感觉又变乱了。这反正黑棋接必然，接完之后看是，天啊，这个画面好乱。感觉黑棋刚才长一个比较简单，长一个的话，主要是我都不知道长一个白棋要下哪，这中间这个棋形实在是，感觉应该得冲吧，冲完之后冲这个，但这样被黑棋一路这样捅出来，就感觉白棋有点惨。周玉堂现在的目标的话，是希望能够跟刚刚原本做的比较顺的这一块能够连在一起哦。他现在主要是这块棋暂时没有活，然后他要想办法把中间处理好的同时，又把这边做活。因为这块如果死的话，这个死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实战他冲这个被一断，然后断完之后白棋点完点，现在这个画面非常的乱，我可能需要时间想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感觉黑棋刚才冲非常的没必要，但现在这棋白棋跑出来，虽然看起来可能白棋也有点勉强，但是感觉上白棋应该找到一点机会。实战黑棋，白棋先来这边，先走这堆先手，这应该都是先手，黑棋接住也必然。然后反正白棋早晚得跑这个吧，这如果被吃了，感觉就下完了，这个都没活。然后这块棋基本上应该也不像是会死的样子。这什么黑棋，这都是先手，贴给先手。然后这地方有一眼，就这块棋其实已经不可能会死了。这棋黑棋中间补一个白棋怎么办啊？感觉要完蛋了，感觉白棋自乱阵脚。就是一进读秒开始就下的比较慌张一点。就这地方黑棋是一个铁的一眼嘛，所以说白棋现在要杀这块的话，只能破眼。那破眼的话，我首先黑棋这个虎是先手，然后这个团是先手，这样其实就已经一眼了。那实战点过来，这样黑棋就一样，就反正先冲一下不会亏。然后我就算祭出刚才这种，虽然看起来蛮丢脸的，但是至少局部是活的。就白棋如果接住黑棋，就反正就接住就活了。那白棋也不能冲，那冲的话被黑棋断，就这地方白棋断是断不死的，断就直接被打死了。所以说，就最简单的这样，其实就是活棋。实战黑棋，然后黑棋选择用挤的，那反正意思应该一样，就是走掉这两个先手，就看得比较清楚。虽然可能会有更好的下法，但是我感觉应该没什么必要。反正黑棋现在已经把这块吃掉了，就只需要做活，应该就没什么问题。黑棋可能挖会比较好嘛，也不一定。这黑棋就做活，好，实战就是这样下，然后白棋接住也必然。再来的话，黑棋就看要不要追求一下。追求一下，我可能会虎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话目数会更好一点。就在做活的同时，又把这个子给连回来，虎应该是局部最佳，看他能不能看到这一手了。就这样的话，冲反正就被断死了。然后结果他没看到，走这个，那就没这么好，因为这个局部白棋这个接是先手的话，一手棋可以把这个地方打死。那如果刚才虎的话，等于说一手棋全部救回来了。就这地方可能因为读秒吧，他如果没读秒，他肯定可以发现这一手。那其实这手应该也没有到很难，但是因为读秒生的那个催促还是会比较让人比较紧张一点。然后小白棋往这提劫，这块棋
现在暂时没有到死光，可以唬一个。这中间应该还算是欠一手棋。现在应该是白棋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就这块棋目前来看，就单纯死活来看的话，应该是个打劫，就是实战打。我们就算黑棋把这个接住，然后白棋挡这个，然后黑棋最简单的往这挤一个就是打劫。黑棋可能中间会先唬一下，唬的话白棋是打这个还是打这个？假如说打这个，我们先不管中间，反正这局部挤一个，然后白棋要做活的话，只能往这做眼。哎，不对，这样是活棋，黑棋要点这个，点完之后再挤，这样的话就是个打劫，就最简单做眼就是个打劫。打劫的话，感觉白棋非常的勉强。就对于黑棋来说，打这个劫应该压力不是很大，而且中间感觉黑棋这个随便走一走，可能都是劫材，感觉白棋现在非常的困难。实战黑棋提劫，然后白棋冲一个找劫，冲一个找劫的话，就是本身这个目数是非常非常损。但是冲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劫材比较多。好像也没有多多少。感觉好像怪怪的。他本来接住完之后一手棋把这个打死，他现在冲完之后，虽然说他可以点这个，但是点就接住，你一样是一手棋打死，但是你这个冲本身就已经亏飞了。就你本来接住的话，黑只有一目，你现在冲进来，黑突然变成4目棋，这地方冲一个亏很多。但是感觉白棋也不得已。那实战提完之后，提完之后挡，看这个子忘了拿起来，然后3黑棋点，这地方反正就是个打劫。不过黑棋应该点这个会比较好吧？点完之后。用挤的，因为这个劫如果黑棋打赢的话，是直接一手棋可以提在这里的。可能也不一定，反正都是打劫，应该差距也不大。因为这样打劫一个坏处就是，如果走成这样的话，黑棋一手棋消劫只能消在这个地方，这样跟一手棋提掉应该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不过反正。感觉白棋应该都蛮被动的，就现在这样打劫的话，白棋有可能，比如说什么往这冲一个都是劫材。那刚才那样的话，因为打输劫是整个提掉的，所以说白棋可能就没有本身劫了。现在这样的话，白棋打吃，然后提回来，所以黑棋断一个找劫特别舒服。感觉白棋非常的困难。但是读秒一切皆有可能。他现在可能就真的也要等刘安宇这边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误出现。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白棋这边靠过来开始，然后白棋从这个题开始从这个题开始，它本来这地方是一个拆3的形状，它就算自己补一个，这边应该也有一点目。它现在这个棋是长这样，就算这个棋打劫，他就算把这个棋接起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双活，等于说他是一目都没有。然后提完之后，提本身跟打吃应该算是个差不多的交换。那等于说中间本来我们想说白棋可能有点那个成控的可能，结果现在被黑棋这样整个捅开了。然后这个提掉都是先手，而且这块棋暂时也没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白棋是亏的非常的多。那主要问题应该还是这个地方提掉开始，白棋的思路比较不太连贯。白棋点，然后黑棋应该也只能接吧。然后白棋提，黑棋就现在就把这个给提了。白棋这个棋肯定也不能死。不对，白棋这边有个断，我没有注意到。
哦，原来他冲这个是想要让这个不是劫财。但就算是这样，我感觉提掉也应该提掉也没问题，提掉然后把其消解。黑棋再往中间怎么下？哦，他看起来下得很慌张，他刚才那个手速特别快。这样的话，黑棋就比如说往中间贴一个吧。那白棋要连回家的话，他只能断这个。这棋就算黑棋最简单的把这个冲掉，然后走成这样，就这样跟刚才这没冲的话，那样的目数是差非常多的。但是感觉白棋也有不得已的地方，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地方在打劫，所以他这样下来应该也很正常。就感觉这个白棋是非常困难，这个棋白棋只能冲。黑棋接这个应该也没问题，可能就是另一种选择。然后黑棋可能可以怎么下？刚才黑棋如果贴住的话，我可能比较会下。现在这样的话，打吃白棋应该会长。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什么？一起往这贴，感觉刚好被白棋唬住。我刚才在想，黑棋有没有可能应该打这个？就打这个，如果白棋长的话，黑棋就把这个5个子吃掉，这样应该也算是收获蛮大的。那如果白棋要提掉，黑棋可以一手棋打住。这样跟刚才比较的话，因为他实战这样打完之后。往这贴，白棋一手棋唬过来，这很明显就是一个活棋了。就等于说他下了这串，白棋没唬。对。啊？周伟堂放过了这一手。白棋选择长，然后被黑棋打一下，感觉还是应该唬吧。这个。所以又回到了老师你刚刚原本讲的这个状况啊。对，不过反正读秒有失误都很正常，就是这样一手棋，你现在白棋断到这里的话，等于这个扑跟这个提的交换，就这地方可能其实没什么差，就是刚才长这样的话，就贴就算唬一个，这地方黑棋其实这个应该也跑不出来，跑白棋就打完之后就怎么下？是不是可以靠这个？可以直接把黑棋给断死，所以这个棋其实跑是不成立的。那跑不成立的话，基本上黑棋就没什么手段，然后将来其实很有可能白棋还是抢得到这一下。但是现在这样的话，等于说就是白被打到这一下，这个还是差蛮多的。就是这样子吧。本来这棋如果说没有交换到的话，这如果说黑棋搬一个白棋，绝对是唬在这里的。那现在等于说，因为有了这两手的交换，他被打就只能接住，这样应该差蛮多的。不过实战白棋现在选择往这贴，然后黑棋往这点了一个。感觉画面突然又很乱了。刚才本来感觉黑棋已经要拿下了，现在这样不知道，可能要判断一下。我感觉应该还是黑棋好下一点，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时间判断形势。我刚才是用了一点时间判断一下，这个棋其实黑棋实地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白棋其实全盘会发现白棋其实根本点不出什么空，就空就只有这一点点加这一点点，然后这里
你说白棋真的有空吗？其实我也很怀疑。那实战白棋冲，黑棋先手虎一下，白棋虎了一下，然后长回来，然后可以先手长一下。感觉虽然黑棋可能中间有一点小瑕疵，不过感觉就是因为白棋前面实在亏的太多了，所以说应该还是黑棋要赢了。黑棋下拿了，好，黑棋补活，然后白棋接一下。可以带大家判断一下形势。这地方大概4、5、6。刚才中间是有题吗？7、8、9、10、12、14，这样大概15，然后加那边，加这边。黑全盘大概有接近40目棋，但是白棋全盘26、8、10、12、14。白棋感觉能点出20目就已经很不错了。搬了一下，白棋应该就全盘就20左右，20多一点点，然后黑棋全盘有接近40。哇，这样的话，如果包括先手的让目的话，也还不够。这个棋如果黑棋后面不出什么失误的话，应该还是黑棋要赢。虽然白棋收这个官子，那黑棋的话，感觉应该会把这收，就什么点一下，点白棋应该只能接，然后一手棋再飞回来。这个应该蛮大，就这边一手跟白棋一手棋拆到相比的话，一来一回的目数，就这个地方，黑棋本身走到中间这边可能也会长一点目，就实战没有，实战往这边靠，靠这个是什么意思？靠这个我没明白他想干嘛，莫非他要靠断？靠断如果白棋搬一个，他怎么办？搬黑棋可以叫吃完。尖这个是吗？好像刚好可以撑住。那白棋如果团这个的话，黑棋也可以尖，应该是吧？就尖完之后。我感觉白棋肯定应该团，这样的话，黑棋他要连回家只能依靠这个打吃的先手，反正打，因为如果打到的话，这样弯应该就回家了。但是打吃，反正白棋就把这个拐回来，然后提就再补一个。这样的话，黑棋这一串，白棋补之前可以先打一下，这地方应该前面都打得到，先打一下，然后再补回来。这样的话，就如果像这样的话，黑棋可能不一定便宜。但是实战感觉黑棋出了一点失误，白棋出了点失误，讲错了。就是这地方被黑棋打完之后一尖，他可能没有注意到黑棋可以尖，这地方又是一个很致命的失误。不过这地方可以冲，这是什么啊？感觉黑棋这样下好像没什么必要。拆2。黑棋这串应该不便宜。就刚才本来这里都不下的话，哎呦，
来都不下的话，现在是棋往这一间，感觉白棋有点难下。如果说你接住的话，那现在这样靠端就成立了。就刚才那个下法，反正如果尖到的话就成立。尖的话，其实我不太知道白棋应该怎么应对，感觉这地方白棋其实本身棋形没有很好，不过感觉他这个实战这边下法应该有点小瑕疵。我这里实战这里这怎么下出来的？尖，然后冲这个，然后白棋团了一个。然后搬了弯，白棋团这个应该不便宜吧？这样感觉白棋非常的困难。你在刚刚有提到，目前刘安宇可能是哇，那这样的话，认输了。认输了。这棋确实感觉白棋从提掉之后开始就下得很不对劲，就是提掉应该就是读秒的开始，就是感觉读秒之后有点慌张，然后就感觉自乱阵脚，然后就是感觉这个提掉本身虽然说价值很大，但是提完之后。可能这个飞会有点问题，飞刚好被人家穿出来之后，就感觉因为这块棋本身就没火，然后被人家穿出来之后，你又想围中间，又想要处理好这块，等于说白棋他想要得到的太多，他又想走这，又想走这，就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还是得要恭喜刘安宇先拿下了他在今天第一盘棋的胜利哦。那我想今天我们后面还会看到5场的比赛。所以也请观众朋友们要持续的锁定这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旁边精彩的讲评。我是秉承，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喽。
好，欢迎回到第25届全国女子围棋公开赛。我们要来准备看到的是我们紧接着要登场的第2场比赛，一样是2位的6段棋士要来对弈哦。黄明芬这场比赛要来面对的是张彦伟。我画面上这一位是张彦伟，对，这一位就是张彦伟。不过我比较不太熟这一位选手，就是比赛也没有对到过。对，在我业余的时候比赛没有对到过。黄明芬的话应该比较熟一点，就是他以前也是在海丰棋院那个道场训练，是。那现在的话是在大安国中，就是正常上学的学生。其实有很多看起来都是在平常的时候，包括在学业上面都还是有在照顾的。对。那还有包括了是像是在出社会之后，也都还是有其他的工作。对，像这位张彦伟，他应该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多大，他应该出社会了吧？应该是在工作了，可能在教棋吧。有可能，不太确定，我不敢保证。我觉得有可能在教棋。对，不过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们第1场比赛的时候，可以感觉到2位的选手其实上到了转播桌，多少会有点紧张。对，包括是在前面续盘的时候花了比较大量的时间，所以也导致了在进入到中盘的时候，反而在20秒的限制下，其实在两边都会有一些失误，或者说在思考上面可能比较不周到的地方出现了。所以这个也是选手其实在这一次来到了我们的转播场次上面，可能要特别去注意跟要去调整的地方。对，因为我刚刚才到现场去，我进到现场之后，我发现原来转播桌是很特别的，对，就是隔了出来。这边有一个摄像头，这边一个摄像头，反正就是一堆镜头照着自己。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去感觉到自己是格外的备受瞩目，对，所以那个压力一定会是在的。其实以老师您自己在之前业余的比赛里面，我业余没有被转播过，就其实我们这个业余也是第一次有这个直播。对，哇，难怪选手感觉都不太习惯。对，第一次尝试。就之前他们下比赛的时候，不会有那种一堆相机在旁边拍。对，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其实刚才在开幕典礼的时候，那个老师他们有提到说今天是第一次，所以要麻烦大家去那个就是熟悉一下。是，哇，那紧张的感觉，原本其实在对弈的时候就很紧张了。对，然后现在又被直播，有每一步去思考上面就已经觉得哇，我每一步好像步步为营的感觉，结果突然间旁边又有这个摄影机在旁边拍。对，哇，这对选手来讲，其实这个因为也是第一次的 try 啦，那我想对选手来讲都会是好的经验。因为如果未来你踏入到职业棋士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其实你有很多的比赛，大家都会去针对你的每一步棋去思考、去讨论哦。对。他们现在比赛刚开始，刚刚好像计时器出了点问题，现在应该是开始了。对，张彦伟这场比赛要面对的是黄明芬。黄明芬应该是国1，13岁，应该是。张彦伟多大？我不确定。不过这2位目前都是在业余的6段。对，应该算是比较强的6段了，就是像刚才那一盘棋，其实也是，就是应该算是那个接近7段的那种6段。是。这盘棋是黑棋是黄明芬，然后白棋是张彦伟。双方开局下的比较快一点，就跟刚才那盘棋比较起来，对，这个双方。其实，在上一盘棋的时候，老师就有提到，可能在续盘的时候，速度可以再更快一点，对，避免去消耗到自己，进入到中盘，你的每一子你下的时候的思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上面，你时间不会被压缩到。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布局阶段，就算真的亏，其实应该也不会亏到太多，除非你是那种刚开始就死光的那种。不然正常情况下，你可能亏最多就是小亏，可能亏个2-3目，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无所谓，因为其实到了中盘之后，你那种亏的可能就不是2-3目了的问题，可能就是20-30目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就时间主要还是希望可以用在比较
比较关键的地方。就如果到了关键处没什么时间的话，会特别紧张。那查一下资料之后，的确张彦伟在平常的时候，除了是选手的身份以外，他也是有老师的身份啊。看来没有猜错。这盘棋布局目前为止都算是非常的正常，双方算中规中矩。然后黑棋碰了连扳，这个应该是也算是 AI 时代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定式。那接下来白棋的选择就蛮多了。现在比较常见的可以选择打吃完之后就接住。然后接下来可能就看是什么，拐一下，然后往这拆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下法。那还有一种就是他现在实战下的这个力，这个也是很常见。那力的话，黑棋大概两种选择，一种是贴起来，一种是比较稳健的跳一个。那实战贴的话，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价值蛮大的。那贴唯一他会害怕就是以后说不定这个棋白棋有可能往这点一个。就点，如果说黑棋只能接住的话，那点一下一定是便宜的。那黑棋还有一个下法是往这跳一个，就是希望可以在可以补在外面。那这样的话，白棋如果说爬，这地方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定式，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有看过这个下法。但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觉得非常的意外，就是黑棋先往这断一下，然后再往这跳一个。然后等到白棋往这冲的时候，看起来黑棋好像支离破碎的样子，但黑棋这时候可以往这打。那打到的话，就可以长这个，这样这个冲就刚好可以打吃，所以也冲不出去。那这个算是一个双方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式。那以后的话，白棋这个地方将来如果说往这长出来，就是反正白棋有这个长的下法，这以后当然不会先长，就是如果要下的话，可能是直接打入之类的，反正这里有可能长出来。那还有一种下法是白棋这个断一个，可以把4个子吃掉，那黑棋唬住，然后白棋把这个就拐死。那的话4七对3七，所以这样就是快棋。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式。那实战点就直接选择接住，那也是一种下法。那因为如果说下成刚才那个棋形的话，可能因为黑棋这边已经算是蛮厚的，所以说黑棋在这边再把自己走后，可能觉得也没什么意义，所以说实战接住我觉得也非常正常。然后实战白棋往这边逼过来，黑棋应该是得尖一个，因为这地方如果不尖的话，被对手一靠下来，就刚才这个飞飞的好处就是把这个头弄得比较高。那跟跳相比的话，就等于说飞可能会比较有发展。那它的坏处就是，这地方可能比较有缺陷，就是这地方可能有这个靠下来的手段，所以等于说这个走，然后实战也是跟着尖，这个尖也算是蛮必然的一手。然后实战白棋再往这个地方尖起来。如果是白棋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走这个，因为走这个的话，如果说黑棋往这尖，白棋下一步棋尖起来是一个好点。那如果说黑棋往这边拆，这个地方白棋就有这个靠下来的手段。这样的话，黑棋如果挡，白棋就断完之后爬过。如果像这样的话，这个黑棋应该是不好处理。所以说正常来说，白棋走这个应该都会是先手，走完之后再尖这个。这样的下法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实战走这个之后，走完之后没长这个。尖起来被人家一手棋唬过来，这样的话跟刚才这个相比，如果现在这个棋形是长这样的话，黑棋一手棋可能不太知道该怎么下。但你如果是长这样，黑棋很明显就知道这个棋形唬过来是一个要点。所以说，当然这个应该也差不多，也不会亏太多。然后实战白就跟着退，感觉应该是黑棋稍稍占便宜一点。下一手棋可能往这贴吧。贴一个可能白棋这个棋形有点难受，就如果说你搬的话，黑棋可以往这里再欺负你一下。你如果长出来，我就直接把你冲下去。这样的话，白棋不知道怎么办。就反正这个接跟这个虎，接跟这个立下变成剑合，那这样的话应该是白棋不行。所以说白棋如果只能接住被黑棋一手棋挡住的话，
感觉还是有点惨。所以感觉上这个白棋棋形不太对劲。实战如果像实战只能退这个的话，感觉上黑棋这棋走得非常的顺畅，就每一步感觉都走在棋形的要点上。所以目前感觉黑棋下的非常好。黄明芬其实在业余的这个场次上面，大家也是有在期待他未来可能可以进入到职业的行列。对，其实他以前是在海丰棋院待了，应该是有2-3年，我不确定具体多久，但是应该就差不多是2年左右，所以应该因为有这种系统的训练，可能基本功会比较扎实。是，就是基本功扎实的话，那一个好处就是进入读秒之后会比较稳一点，就比较不太会出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好，黑棋现在目前下得非常的稳健。那这地方白棋可能，白棋感觉有点难下，就这地方如果说被逼住的话，其实这块棋会有点痛苦。那这地方如果被飞进来，感觉也不太对，所以说这步跳感觉又都下得很好。就感觉白棋这时候不知道应该往这拆还是往这出头，感觉黑棋都有好点可以下，感觉就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是黑棋会比较好下一点，就黑棋下的应该比较好，那可能白棋刚才这个还是有点问题，就感觉白棋可能刚才长这个感觉上可能也不太对劲，不知道是不是就看什么搬一个之类的，就放弃这个子，因为他实在救了这个子，虽然说目数蛮大的，但是这地方被贴一下之后跳，感觉上就是白棋这个棋形不太对。但这布局反正亏一点点应该无所谓。好，实际上白棋选择走这边，那黑棋感觉就飞住应该就可以接受。那白棋可能得往这做活，做活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活，感觉怎么活都有点难受。就如果说他想要追求目数，比如说往这边搬了力，这里被一点，这点如果说你想要你想要吃这个子，你可以把它团住，但是我这地方一冲，然后你如果挖，我这边打完一拐就死了。所以说你被一点，如果你要做活的话，你得把这下冲掉，但是冲这一下真的是下得非常的痛苦，因为这手棋本身就是你得送掉这个，就让黑棋这个外面越来越厚，这样感觉还是有点亏，就不知道是不是搬虎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感觉上还是不太好，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看成这个点先手的话，等于说黑棋这中间什么尖一个或者什么贴住，这边都有先手，当然黑棋可以暂时脱先，就感觉白这局部他基本上已经出不太来。实战黑棋先往这点了一下，那点一下应该白棋是得接住，那反正点一下应该也不会亏。感觉这个地方封住一手是非常大的，还是其实他想要点进来，但是点的话，白棋就往外跳，感觉这个点应该不太好。所以应该还是就正常飞住。我现在这几手反而是黄明芬思考的比较久哦。现在双方都剩14分钟，也算差不多。张彦伟在平常的时候，就资料上面所讲话，应该是在嘉义。对，然后他是有在致力于包括是儿童的围棋教室。对，所以他可能在有教学端的经验上面的话，会让他在整个棋局的判断跟思考上，也会有不错的经验累积啦。现在已经进入长考。黄明芬的这2手，的确在思考上面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原本在描述上面点了，
感觉下得非常好。这个思路还蛮明确的。反正就是，虽然说白棋都能活，但是黑棋整个把它包进去，那白棋活的也蛮委屈的，活的也没多少目。我看白棋的目其实都少少的。等于说现在是把难题丢给张彦伟。对，现在白棋怎么做活也是一个问题。就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为了目数往这搬虎，这样的话可能黑棋外面这里先手会比较多。但如果你为了让它少先手，你要补在这种位置的话，也非常痛苦。就本身自己缩回去就有点亏哦，实际上还是追求目数。目数哦，搬了虎。好，那现在黑棋该下哪是个问题。感觉可以先下大场，这地方就是棋网宽的地方下，或者说来这边打入之类的，寻找一些头绪。因为现在黑棋这里外面算是比较厚，那厚的话就可以去打入，欺负一下白棋。如果我是黑棋的话，我应该会先往上面拆，拆可能拆哪应该都可以，可能拆这个，然后下一步棋瞄着这个跳。这个跳其实也蛮大的，就正常来说，其实走这个白棋是很有可能会在这边再尖一个，再虎一个的。那如果说可以先手走成这样，那黑棋再看你是要打入还是要就稳健一点，稳健跳一个或者拆回来，感觉应该都可以。所以在这两块的选择先后的顺序上面的话，会有什么差异吗？就是你如果先下这边的话，有可能白棋就往这拆了，因为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宽。所以黄明芬也是选择，他下的都跟我讲的一样。对，跟上一场比赛比起来的话，好像这一场的对弈，上一场比赛我讲的都跟他们下的不一样。那现在的话，白棋如果这局不走的话，黑棋可以跳或者是往这飞一个。那反正这两个就是处于一个不活的状态，将来可能白棋就要往这边跑。如果是白棋的话，会想要先就把这块棋先安定，因为这种棋本身其实价值也非常大，跟黑棋走到比较，比如说黑棋往这飞，就你刚才尖了虎道的话，这局部是至少有10目棋，那现在被飞到的话，等于说就是也暂时没有活，只能往外跑。那光从目数角度来说，这个飞价值就非常大。下了。目前下来都跟我想的差不多。那如果是跟老师想的差不多的话，代表其实跟心里面黄明芬这里所想的应该也是都差不多了。我现在该想的就是个问题了。现在确实比较迷茫一点，想可能如果说我可能会打入。就是因为这块棋本身蛮厚的，看，哎呦，打入哦，不愧黄明芬，大家对他的期待真的是要往职业的这个赛场走了。他确实应该算是，就是女生里面业余算是非常有机会升职业的一个人。从业余到职业这一条路要怎么样的去走呢？你是说怎么去考还是？对。就是我们现在有在进行一个那个。我们有2种晋升方式，一种叫做院生组，一种叫社会组。是。那社会组的话，就是社会人士也可以报名。那院生组的话，通常有限制年龄，可能是在，我不太确定几岁，可能是18左右，18以下吧。就是要院生的话，就是你平常要在那个海丰棋院里面就要下他那个院生赛，是，就是都会有那个升降组的，就是每周。每天那个假日都要去，就是周末6日都要去。然后社会组的话就没有这个限制，社会组就是你想报名就可以直接报名。那院生组的话，上面的限制。对，院生组的话你是要我不知道总共现在多少人，我们之前是48个人，然后48个人你要在那个就是他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积分赛，然后每个月的前3名会升组，后3名会降组，是，然后就是会有那个积分。然后积分最后你取得前12名的话，你是有机会去下这个院生组这个职业棋士甄选。就是你一定要达到积分前12名才有这个资格去下。
然后其实他们现在就在正在进行这个比赛，是他们已经进行到最后一盘棋了，特别的激烈。我看他们有3个8胜2败，排名并列第一，然后他们要争取2个名额。是啊，所以在职业棋士的这条路上面也是不容易的哦，都是顶尖的顶尖啊。好，实战白棋跳完之后，想呢跳一个嘛。就这地方如果不跳的话，有个打入完之后就顶过，就本身走成这样之后，白棋应该只能接，然后应该是退或者顶退吧。这样的话，反正走完这串，这样黑棋取得一点根据地，然后顺便把白棋根据地破掉，这手棋应该价值蛮大的。那如果说白棋跳一个的话，就等于把这个也补掉。没有跳，就实战拖过，拖过也正常。这棋黑棋能不能？感觉黑棋选择比较多。首先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是往这虎一个，就如果虎交换到一下的话，就可以搬下去了。这虎的话，白棋不能跟着应，白棋只能挤过，然后黑棋就这样冲过来。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是比较激烈一点，可能往这打入。这样的话，就是反正就瞄着这个要搬下去。那如果说白棋往这顶住，黑棋就把这尖出来。这样的话会比较激烈一点。但是如果说这3个子黑棋没有办法攻到它的话，这个下法就很有可能落空，因为这个下法本身还是蛮损目的。那还有什么选择呢？直接搬下去，搬哪边呢？如果说搬这边，这样吃下去，白棋这个打的冲是必然的。然后黑棋如果就只是最简单的什么拐一下，然后爬一下，类似这样寻求做活的话，这个黑棋活的应该不是很便宜。就中间这个刚才跳的这个子被人家冲烂了，然后这活的也非常委屈，所以应该不太能接受。那搬下面应该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反正就是一样，被对手这样冲过去的话，感觉刚才打入本来是想要看看能不能利用这个后势攻出一点东西，但是现在这样直接被人家冲过去的话，白棋整体都厚了，然后黑棋这里获取的目数也不多，所以说应该不是很便宜。那实战黑棋，黑棋虎一个下的应该是蛮好的。那这棋白棋应该就只能顶，应该就只能挤这个吧，然后黑棋冲过去。这样感觉上黑棋打入完之后可以这样走成这样，应该还算是很满意。我白棋现在开始思考，这地方应该是不太可能接住被搬下去，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这一定是第一个淘汰的下法。所以现在就是他可能在思考怎么度过比较好。那度过的方法其实也蛮多的，第一个挤，第二个可能退一个。但是感觉如果要退的话，肯定不如挤。他的选择并不在这个范围里。他选择靠一个，这个我就没有想过了。靠一个意图很简单，就是如果说黑棋挡住的话，白棋就可以这样夹一个。那如果说黑棋，比如说就先把一个黑棋最笨的图，就是这么乖的这样回去的话，这样白棋一手棋就可以顶回来。那等于说就是防到这个冲，又防到这个搬，等于自己先手防完这个之后再回来补。这样的话黑棋肯定不行，所以说黑棋肯定要针锋相对，看看要怎么去破坏白棋的意图。首先有一种下法是挡完之后长完冲下去。如果这样下的话，本身这个白棋这样的下法是非常损目的。就虽然说你可以这样，可能可以先手渡回去，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下法下完之后，这个黑棋脚上有10、12、14、15，就突然变成15目棋了。就本来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小飞的情况下，我们一般点它目可能就点个5目棋左右，就等于说这番下完之后，你突然就给它多了10目棋，就你为了度过损失了10目棋进去。
当然可能也不一定亏。那还有别的下法，就是可能直接冲过来，这样的话，白棋应该是冲下去，然后黑棋再往这搬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先贴一下好了。直接搬的话，好像会被夹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白棋可以满意，白棋算是蛮成功的。但是黑棋可能会先贴一下。如果贴，那白棋如果现在补回来，这边度过肯定不好，所以说白棋应该只能搬。然后黑棋就挡，看一下，挖吧。不对，应该挡，这样子，白棋如果他接住，看要不要挖掉这下，就把它都最俗的走掉。这个应该都是先手，这个不太能被断。如果走成这样，然后再搬下去，这样的话应该是感觉这地方损的有点太多，就是这白棋被吃的有点太多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应该不太能接受。所以我感觉黑棋可能应该直接冲过来。那如果说白棋搬的话，黑棋往这一挖，看起来白棋也不好下。但实在没有冲，我感觉冲过来的话，白棋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就如果形成转换的话，我感觉黑棋如果能搬到这里，就黑棋白棋这4个子都还没有活，就这个搬下来价值其实应该是比想象中还大。反正挡住了之后，白棋是先手虎一下之后顶过，然后他可能觉得如果这样子还是被人家长冲太损，所以说选择虎。那虎的话，我感觉这样黑棋应该也还可以接受。我刚才不知道会不会冲过来更好一点，那就是另外一种选择。冲的话会比较激烈一点。那实际上这样，就黑棋其实从布局到现在下的都非常的稳。不过张彦伟刚刚的这一手棋，其实感觉起来黄明芬也是意料之外啊，所以他也是花了蛮大的一个时间去思考。实际上黑棋往中间跳这手棋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不知道该下哪。好，实际上白棋飞，那黑棋应该会跟着飞吧。这里应该蛮大的。飞，没有飞，往这下。这手棋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这手还是要去思考到他原本在下方比较厚实的这一块。不过我们一般后势通常不会拿来围控，就是后势其实拿来围控是非常难围的，因为就是比如说什么白棋东戳一下西戳一下，这边点一下，然后什么出来，其实这种中控是非常难围的。我们一般不太会去刻意的要去围，一般来说可能是利用后势来攻对手，看看能不能攻击取利，或者说反正就正常来说不会拿来围控。当然这手棋其实应该也没有问题，就是白棋应该还是得跳一个。对，虽然跳了一个，因为不然不走的话，这地方被飞下去还是有点难受。那因为这地方其实本身你感觉也不太可能再去打入了，不太可能再去破人家的空，所以说这下交换应该也还好。13直接飞住，那他等于说就是想要围中间，但是感觉这地方被点一下，感觉还蛮难围的。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觉得自己形势不错，就下得比较稳一点。确实感觉从布局到现在，黑棋下的应该都比较顺一点。黑棋这局稳了几步，不知道会不会稍微亏一点。虽然白棋这样这贴，那黑棋按照他这个思路应该会跳住，跳住应该也正常。我感觉黑棋
就是这种一般在空中走的这种棋，其实很容易落空。就是如果中间最后我们没有围到目的话，或者说只围到一点点目，其实这种棋或许还不如就飞一个算了，因为飞一个其实本身这个围到的目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通常那个棋不知道该下哪的时候，就会像那种比较明显有目的、比较明显有价值的，像这种的话就是比较有可能会落空。当然应该也没什么不好。现在如果回头再飞入的话，还来得及。现在再回头飞的话，感觉这几下应该不是很便宜。嗯，对，感觉他就是都已经下了，那感觉就继续跳吧。如果他要围的话，他应该早就围了。这地方以后如果说黑棋往这里叫吃，这里有个几段，所以其实刚才我在想，白棋这个飞感觉可能有点问题，就感觉棋形上来说的话，可能不如跳一个，因为他这个飞以后被叫吃的话，其实有点难受。如果说他，但是现在叫吃，其实我就不太知道白棋应该怎么办。就本身这个局部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棋形，就是说你挡住，反正就欠一个挤嘛。那你不管往哪走，反正都欠一个挤。那你如果往这走，这又欠一个冲断。所以感觉刚才不知道是不是跳会比较好，或者说就干脆不要下来，直接往这边来，直接往这什么尖冲之类的。啊，感觉刚才这个飞可能稍微有点问题。实战黑棋跳，白棋下了吗？白棋下哪？哦，白棋跳了一个，跳一个，本身也很大，但是感觉不如上面。哎，我的这边还少一手。跳一个等于说还想要保持对这3个子的威胁，但是这局部其实本身黑棋就算立一个基本上很有可能是先手。那立完之后，看成这个板年都是先手的话，这棋其实不像是会死的样子，所以感觉上这个跳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应该先在上面走，因为他可能主要是也不知道该下哪。哦。这个黑棋下的蛮有想法的，直接在空中走一个。但是我的想法还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中间的空一般不会去刻意的围。像这种棋的话，就是你要防止对手，比如说，就是最简单的，我什么往这边点一下，然后再往这什么尖冲，再尖冲一下。其实你会发现，你越要去围它。我随便摆个比较笨的图，假如说就随便这样，然后这里再什么靠2下，你会发现黑棋这个地方，他要去围，结果最后只围出这十几目棋，说不定我这飞一个围的都比较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这种中控真的不要去围会比较好，就是你越围会发现你围的越围越恶心，越围越小。然后像实战白棋这个尖冲下的非常快，那这时候黑棋突然又开始参靠，他可能又觉得贴住有点太小，那可能就是前面这堆下的有点问题，就感觉中盘阶段还是尽量把棋下在目上会比较好。像这种飞一个远见的大棋，或者说你就往这立一个，这本身目数都非常大，那往中间走的话，就比较没有办法确定它的价值大不大。实际上往这点一个，点这个，又是没有想过的一手。那如果说白棋就尖出来，黑棋打算怎么办？就如果贴的话，应该是很明显黑棋想要搬连搬。就他想要直接把这个子给鲸吞了，他不想要这样围，他想要直接把你吃了。就如果贴的话，比较明显黑棋这棋可以搬连搬，然后如果说你长
但是他左上这3个子都不用管了嘛，就我也很好奇，这其实贴出来，可能黑棋也没有很好下，但是我感觉煎出来可能更好。这煎出来我都不知道黑棋该下哪。但是如果说你还要去做活，那这个点感觉就不太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我感觉白棋煎出应该比较好。但实在是张彦伟也没有选择煎出。哦，那顶的话，黑棋实战黑棋长应该是必然的，因为顶这下其实本身蛮损的，就因为刚才煎，如果说黑棋往中间下，我们不管他下哪，这棋以后贴过去，其实黑棋本身是很难受的。那你现在顶一下，等于说把这个棋都把对手都撞后了。后来实在选择顶完跳出来，感觉是很明显不如尖的。尖的话，就看起来棋形应该会比较好，就是本身这个顶还是有点亏，就下不太出手。就虽然说他还是可以把这跳出来，但是这个顶就是把队友送活了。就本来尖说不定他都要贴的地方，等于说你现在把这个子摆在这，感觉就是同样可以选择的话，你这两个子感觉摆在这跟摆在这相比，应该还是这个比较好。然后实战顶完跳出来，但黄云芬要注意自己的思考时间咯。哦，他要读秒了。对，那白棋的时间算是领先蛮多的。一边是6分多钟哦，一边的话是已经在最后的读秒30秒内25秒。哦，25秒之后就读秒了。那现在黑棋，感觉黑棋刚才点一个有点奇怪。就他可能就是不满足于直接围，那我觉得如果他不满足于直接围的话，那他前面这个思路其实就很有问题。就是前面很想围，然后被人家一尖冲，突然又觉得这个围的太小，又不想围了，那感觉这个就蛮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开始长考，然后是最终还是选择贴回去，那感觉他这个其实也不便宜。这个白棋跳一个。感觉现在白棋下的蛮顺畅的，就是黑棋从这边一路跳过来开始，其实感觉没有走到什么东西。实战还是选择去围这个，也可以说是黄明芬在跳出来之后下到一半，他后悔。对，就是围到一半之后又觉得围这个太小，那这个前后思路就有点矛盾。不就是老师您刚刚所提到的，他真的跳出来之后，他才发现哦，我先去思考要去围的这个目数其实并不够多。对，所以刚才就是不停的在强调，这种中控真的不要去围比较好，一直在说同一句话。所以他最一开始的思考应该也就是仗着自己在下半部比较厚实。对，他就是觉得后势那看起来可能可以成一点控，所以他才会走出这种跳飞，然后再走这个。但是他现在围一围会发现，其实他围的这个很小。然后实战他回来这里跳了一个。哦，白棋现在开始快攻了，下得非常快。哦，这棋白棋，这什么往这跳一下，然后再往这飞一下。这其实黑棋本身这个封住都很困难，然后会发现越封越小，这围的甚至都没有实目了。所以说，黑从这串开始应该是这个思路上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现在这左上这块棋甚至还没有完全活，就如果刚才这些都不下，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先往这立一下，然后把这什么，反正收官立完板粘掉，再回到上面，看要不要打一个，还是就自己围一个，感觉上应该都比他这个好。然后这个立其实本身就非常大，包括现在其实我觉得立一个也有一手棋价值。不过他现在一直都没下，其实白棋特别想要去扳他，把这个逆收掉。现在换成白棋开始思考，感觉上这个地方，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1秒下这个，就是这地方不想要被黑棋一手棋封进去。被封进去的话，你可能还要自己单关联络。那如果你可以投顺畅的出去，其实感觉走出来之后，这个离家也算蛮近的，就可能就不需要在这边单关联络，可以
一手棋直接连回去，这样应该会比较好。我实战点过来，这么凶。点这个，如果说黑棋就接住的话，白棋这点一下应该也不亏。黑棋应该也只能接住，这个被冲过来就死掉了。那接住，不过其实没有看明白点这个的意图是，他想顶吗？应该就点开心的吧，点完应该也没有要干嘛。哦，他有要干嘛？他要煎这个。煎这个的话，我就冲。哦，他可能是想要冲过来，不过因为冲的话，黑棋其实就顶住，他这地方也断不掉，所以我感觉煎这个黑棋就冲，其实好像看不太明白白棋想要做什么，感觉上应该不太便宜的样子。但实在黄一分没有冲啊，对，他实在接住了，我非常的意外。那感觉可能被便宜了这样子。这白棋一手棋就这样顶过来，他这样就一辈子不用把棋子摆在这个单关的位置，这样连过来本身其实价值也蛮大的，而且这个棋黑棋好像还没有活，黑棋现在还要再补一手棋，那黑棋刚才为什么不冲呢？这个没看明白。实际上黑棋长这个应该是个先手，白棋应该得补一个，不然这局部可以冲断完之后，就首先这中间挤一个就死了。然后再来这中间这里可能也没有完全连好，所以这个反正长应该白棋都得跟着补一个。那补的话就有个问题，是应该接还是应该团？哦，那实在是团的话应该目数比较好一点。然后对，团目数应该跑蛮多的，团肯定没问题。然后实战还没下，黑棋应该得做活。做活前是不是可以先跳一下？哦，跳了。就白棋，其实我刚才在思考白棋有没有可能飞进来。就刚才这个都还没下之前，就如果说能够飞交换到一手，那我再顶，那肯定我目数上来说便宜不少。但他飞会担心冲过来吗？感觉应该也不会。所以我感觉白棋可能应该先飞一下。就现在这样的话，感觉被黑棋机敏了，机敏一跳。实战再往中间靠过去，感觉这地方没有飞到的话，这目数差蛮多的。那他其实刚才说这块还没有活，那他现在其实感觉黑棋有一点困难。就这块棋其实白棋随时拐一个，这块棋都是处于一个没有活的状态。那他刚才跳在这里想的就是说，如果拐的话，他可能要去，比如说这个中间冲断是先手，然后我什么往这里靠一个，就暂时，虽然说这个局部是没有活没错，但是暂时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杀他，所以说白棋才会先往这个地方靠一个。就如果说这个地方我可以先手出头的话，那么我这局部再拐一个你就死掉了。所以说，感觉黑棋刚才这个接住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现在感觉黑棋这块棋也没活，这块棋也没活，他冲过来了。冲的话，白棋特别想要去搬这个。如果就这个收，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黑棋要做活，不知道怎么做活，尝一下。这个有没有活我都不知道。想活应该还是可以活，只是感觉上，就按照他实战的下法的话，被人家立到这里。就本身从目数角度来说，刚才说的这步力其实本身从官子角度来说，这步棋就非常大。所以刚才如果说板连的话，就虽然说不一定能杀得到，但是黑棋要做活其实也
不好活，就感觉可能白棋搬一个会比较好。然后实在是选择虎一个被人家立下，这样目数上来说应该是亏蛮多的。不过他就是他这样下的话就是想要打入，想要看看能不能攻一下这个子。不过我感觉就白棋这个虎可能还是应该搬，就目数上来说实在亏蛮多的。如果说这个子没有攻得很好的话，那应该就损蛮多目的。实在黑棋往这起飞出，然后白棋贴，黑棋长。感觉白棋刚才这个地方也是出了一点失误。这样黑棋就拐一个，然后白棋拐。这样的话，一起可能跳一个吗？感觉拐这个不一定便宜，就是拐如果说跳，这顶就都跟着硬一手。实在没有跳。这样的话，白棋反正早晚得回来补一个，不然这地方被搬一个就被切断了。那如果说顶一个，我再靠出来，那感觉这个拐跟这个跳的交换其实可能不一定便宜。不过实在如果是顶住的话，那感觉就被便宜了。这样的话，白棋再顶住，那拐一下的话，以后这地方白棋一虎，黑棋只能很委屈的连在这种单关的位置。而且刚才其实跳一个还有一个价值是，这中间可能白棋连接线上也有点问题，就是比如说刚才这样，如果说这棋是刚才是顶住的话，看这个虎先手，我也不用虎，就反正我这个尖也是先手，就是连接线上可能就比较没有问题。白棋其实不一定要虎这个，白棋可以用这个尖先手。这样的话，这会不会甚至其实没有连好？我感觉应该还是跳一个比较好，就是至少从棋形上来说可能比较好。实在白黑棋现在这边并了一下，然后白棋接住，感觉并一下应该不便宜。因为这棋如果说我现在往这边走，假如说我中间都已经没问题了，这棋以后黑棋叫吃，其实白棋是没有连好的，这边还有个断点，甚至我可能现在应该不能现在叫吃，就以后就往这叫吃，其实白棋这个棋形是蛮有缺陷的。那如果按照实战的下法，看实战下人这样子，你把它并掉之后，等于说这局部就已经都连通了。实战白棋就简单的挖一个，感觉这下并应该还是亏的蛮明显的。本来这棋打吃，如果说他要补，那你这一段，这样子这3个子就掉了。那如果你不补的话，这地方被我一挤，你这里也被切断。等于说这个并一下，虽然看起来可能心情上便宜了一点，但是实际上可能其实是并不便宜。实战黑棋打吃，白棋把这下虎掉。不过白棋我感觉他可能应该先长一下，就长完之后他要虎他再虎，反正虎黑棋应该都是顶。然后他就按照实战一样把这个都走掉，因为他实战先走掉这个的话，长就被人家贴这个，长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走到这个的话，白棋一手棋可以靠进来，这样的话可能效果又会比他实战这样来的更好一点。就他实战是这个都没走到，是直接这样打了冲。但如果我是可以长到一下再靠的话，这样感觉，如果黑棋要吃这个子的话，就白棋先手打一下，然后就直接长进来，这感觉效果会比他这个来的好非常多。就是从目数上，还有从心情上，其实都有很明显的差异。那实战的话，这个打冲进来可能威力就没有那么强。实战黑棋长了一个，然后白棋把这个挡回来。那感觉上黑棋是不是有可能应该抢这个跳？这个跳超级大，因为其实本身这个局部被挡到之后，黑棋还要忙着去做活，像他实战这样，
可他实在是这样，他去贴了几这个，就这种棋本身要下出来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所以我在思考他刚刚可能应该往里面跳，这样的话就是脚上有眼，那他就不用再去走这些比较痛苦的这种招法。而且其实他这个长的价值也不一定有这个脚上价值大，这个感觉就比较不一定。虽然接住，那黑棋应该还得再补一个吗？还要补吗？感觉应该会补一个，他用了一次，感觉应该可以板年。就这手棋其实本身价值很大，如果不走的话，白棋就算最简单，哦，实安利的，也差不多，反正他就是当做这个板年是先手，白棋有没有可能来抢？应该不可能。好，现在可能要判断一下形势。判断一下，黑棋全盘大概50，白棋大概40多一点，感觉这个棋应该是蛮接近的一个局面，就跟刚才那盘比的话，应该是就是这盘棋可能会进入一个官子决战。现在就进入了收官，然后双方都读秒，黑棋剩下1次。虽然黑棋拖一下之后挤掉，挤白棋应该会提。他这样收官的话，应该也差不多。看大吃。打车很不一定便宜，但我感觉，打车，感觉应该是白棋要赢的样子。就白棋这个官子感觉比较好收一点，就是都知道棋子该下哪，但是黑棋的话，感觉收起来比较困难。打完之后打一个。所以从一开始，黄明芬在下半部做的厚实，一路到突然间面临到这个局面，最主要就是刚才最一开始那个飞的那个想法，想法上稍微有点问题。这个棋感觉上黑棋应该是比较难赢一点，可能要官子多赚一点目数回来。但是毕竟在读秒，所以都有可能。现在可以尖这个白棋打。其实感觉那个可能不是最大的，不过应该也还好。感觉这个拐超级无敌大。那这个拐到之后，中间可能还有这拐其实应该是白棋的先手。如果说再被黑棋拐，再被白棋拐过来的话。中间的目数又缩水很多，而且这个局部其实好像没有活，所以说这个拐黑棋可能得再挡回来。那等于说这步棋其实它是个先手，那价值就更大了。好，实战黑棋把这个搬掉。然后大飞，这白棋应该都会赢。对，下得很快。现在黑棋应该得爬了吧？感觉上已经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棋了。这地方还有个大飞，也非常大，不过感觉应该没有这个大，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冲一下，冲一下之后。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刚才白棋过来的话，黑棋可以冲完之后再把这冲掉，然后这个挡就是先手。所以我刚才以为白棋这个是先手，但其实际上应该是个后手。但是其实它本身价值也很大。实际上感觉黑棋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黑棋可能应该把这下先冲掉。那这波冲掉本身从目数上来说是不亏的，而且就是他实在单挡的话，这棋以后有可能冲不到。他如果冲到这一下的话，那白棋就得补一个，等于说他是本来是先手挡住的棋，他等于实战变成后手，这可能稍微有点小瑕疵。实在是挡，然后大飞。这里感觉收的可能也有一点点问题，虽然可能是小问题。就是这局部一般来说，这个棋形应该是小飞收官比较好。因为小飞黑棋这局部，反正他靠不住，靠的话白棋可以打进去，这样的话黑棋这个，反正黑棋不行，黑棋等于只能虎。那局部反正白棋飞一下已经便宜了，就本身其实因为大飞完之后也是退，那你小飞完之后其实你要走你也可以爬，但是小飞完之后你多了一个可以脱先的选择，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这种棋收官的时候会用小飞，小飞完之后就算你要爬反正也不亏，而且你现在其实可以抢这个更大的一手棋，所以小飞可能好一点，大飞的话就是稍微亏一点，不过也还好。可以下了，尖这个。为什么没有人要下这个？是啊，这样。这个走掉了。换谁了？白棋。现在应该是快下完了，该拐了吧？怎么没人拐？左下方目前还是没有人要去看到这一手，这一手是不太好看吗？还是他们有其他的思考吗？可能就只是觉得它价值没有很大。这个提调，是也很大，但是感觉提调肯定没有这个大。还有提调可能是个先手，应该会跟着赢。应该也正常，好下了。再点一次空。黑棋全方应该是有60目。不对，没有60，点错了。我必须要说，张彦伟在官子阶段，他下的速度就蛮快的。黑棋大概57左右。感觉刚才到现在白棋好像没有下到什么东西，感觉白棋刚才从这个没有板年开始，好像就是他这串本来应该要攻出点东西，但是等于说他什么都没攻到，就被黑棋整个连回去，感觉好像亏蛮多的。板年之后，就是本身板年这边是追着跑的感觉。本身板年目数非常大，而且黑棋反正他应该得做活，甚至连黑棋怎么做活都不太清楚。
所以以目前在局势上面的话，目前感觉刚才白棋从这边开始到后来是从这什么靠过来开始，白棋好像什么都没下到。像这样的话，好像是白棋感觉要输了的样子。那反而进入到官子阶段，虽然说张彦伟下的是快，但是他的快好像就只是追着敌人跑而已，节奏好像是黄明芬这边有掌握到。那现在这样的话，应该是白棋目数不太够了。感觉刚才白棋应该错失了蛮多更好的下法，就包括这个棋，刚才我说白棋可能应该先飞进来，这地方实在被黑棋手棋跳住，中间插了很多目，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也被黑棋力到。白棋这棋虎过来之后打入，好像什么都没攻到，最后白棋根本没有围到什么目数，白棋围到这2目，然后这个本来就也没什么目的地方，他可能就吃到2个子，就是白棋其实没有什么收获。那白棋感觉从这个虎开始，好像就真的什么都没下到，然后感觉就黑棋好像都下得很开心，该下的都下到了。这盘棋白棋感觉蛮可惜的，就是后面感觉应该是对这个形势有所误判，他可能觉得就是感觉支川下得很顺，然后那边就是感觉在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地方也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所以如果张彦伟在过程当中，他早一点把目光放到左下角这边来做的话，他会比较好下。可能那个时候已经不太好了，主要应该是前面的问题。哦，就是前面这个地方白棋就是棋没有下在目上，然后感觉就是黑棋该下的都下到了，就下的还蛮舒服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官子都收到了，然后这地方也安全的连回家了，这该围的也都围到了。你就白棋没有压缩到这块，然后没有收到这个官，然后这个攻了也没有获得任何目数，那主要应该是输在这个上面。所以原本在中盘的时候，感觉应该是白棋大好机会会占上风一点，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目数这么少。就实际上黑棋刚开局的时候，黑棋还是取得了蛮多的目数，1个角2个角，然后再加上这个边，然后加上黑棋中间虽然说刚才围的不大，但是最后也是围出了2、4、6、8、10、12，也是有，再加上这边差不多20目棋了。能够下的越来越少。这盘棋应该是会下完。那我们就静静的等它下完，我一直冲。棋局应该是进入尾声了。所以张彦伟现在应该是机会上面就不大了。对，除非黑棋后面还有什么很可怕的失误。应该是盘面13目左右，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挤完应该是会断掉吧，不然挤应该也没有任何意义。最近看好像收这个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应该也无所谓。所以如果一路下到现在的话，感觉起来黄明芬至少在中间的这一块所拿到的东西，这样看起来也不少。对，主要是白棋应该是下的蛮有问题的，是感觉，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目数不够，就是也没有做什么拼搏。但就是下一下就稳稳的下，然后下一下就突然发现自己输了。其实下棋有时候没有判断形势的时候就会这样。就其实我刚才没有判断形势，我也没有发现黑棋原来白棋输这么多，也没有输很多，就是大概落后个5、6目左右。但是确实白棋这一串开始真的没有下到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任何收获，所以说。感觉主要输的点就是后面没有下到什么。现在应该这个最大了，这个3目。冲，冲是先手，黑棋得跟着接住，然后应该就收这个了。尖一样。应该差不多下完了。应该就打这个。应该没有官子，应该就打吧。还这个，白棋走这个也亏了，白棋应该顶，不过问题不大，快下完了。好，现在就进入最后几手棋，单关。然后这个黑中间得补一个，黑中间还得补一个，没注意。还有，应该是186、187左右，然后后面就没了，下完了。所以最后在这样子的局势上看的话，会是黄明芬这边比较占优势哦。应该是黑棋赢。那早上是下2盘还是3盘？早上是会下3盘棋。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播1盘。是。我因为看起来在表定的时间上面的话是抓1个小时，但真的下起来的话大概要1个半小时。这个不可能只下1个小时。如果说是低段组的话，是很有可能1个小时内结束，但是6、7段组感觉没有1个半小时应该下不完。30、40、50、60、70，还是70？
哦，中间还有30，那就是100。187，黑棋赢了。然后所以在最后下好下满的情况之下，黄明芬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对，哇，那这一盘其实刚刚老师也有说到，包括是黄明芬或者是张燕伟两位选手，其实在中盘的时候，一样在思考上面都会有一些瑕疵出现，但是在最终观子的阶段。黄明芬就是慢慢的蚕食鲸吞，反而是张燕伟可能在没有判断局势的情况之下，稍微有点误判到了自己的这个目数啊，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说自己的目数其实追得并不够紧。那最终的话要恭喜黄明芬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下一场比赛也会是在今天早上3场比赛的最后一场，请你要持续的锁定这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掌门老师的陪伴，我们就稍作休息，等等马上回来了。
欢迎回来第25届全国女子围棋公开赛。那这个原定呢，其实原本应该是在早上的最后一场赛事啦，不过因为在赛程上面稍微比较有拖档的情况，所以我们在中午12点半左右来看到的是第3场的赛事。林佳彤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林晓彤，两位在名字上面其实是很相近的，但是不是姐妹，但相信应该是朋友，对，也是他们是好的好朋友棋手。那佳彤这里的话，他在上一次在公开赛里面有拿到成绩的话，要往前回溯到他高2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是2015年。对，他以前应该算是蛮有名的，算是女生里面非常强的一位棋手，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比较久没有来比赛了，可能会稍微有点生疏。不过相信他应该基本功还是在的。对，因为林佳彤现在其实就是已经在围棋的教室当教练了。那林晓彤的话，哇，我刚刚稍微数了一下，他夺冠真的是夺了很多。对，林佳彤2015年夺冠完之后，那一年林晓彤的成绩也很好，不过到了隔年的冠军，林晓彤就出来了。对，林晓彤好像连拿了好多次。对。就是他好多次冠军，我刚刚数的话，至少数了4个还是5个冠军，都是林晓彤所拿到，包括是在最近的一年，我没有数错的话，应该是在2021年的时候。所以这两位，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业余的，然后我就知道她其实算是业余里面最强的女生，就当时应该是最强。那后来也陆陆续续有慢慢的越来越多的7段高手。是。不过我刚刚说2021年是错的，应该说是第21届啊。林晓彤最后一次拿冠军是2019年的时候。那么久了。对，但是因为以届次上来讲，他那时候是第21届，所以中间可能是因为有碰到疫情。对，疫情的时候好像有一年是停办了。对。因为如果我说现在是25届的话，21届其实也就是不久前的事情啊，只是因为以年份上面来讲的话，就听起来2019年就有一段时间。不过我相信这两位选手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哈。这棋刚开始下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定式，那黑棋下的好像有点问题，就这个棋，白正常来说，就这个尖的时候，黑棋可能比较常见应该是把这个拐住，或者是把这个飞过，反正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补一手，然后在补一手的同时，又要对这3个子有一点威胁。就是你如果说补的比较松一点的话，那可能对这个就比较没有威胁，所以正常应该是拐或者飞，反正就是防这个跳出来。像实战的话，它这个飞一个被人家一穿出来，等于说这个棋形可能就有点支离破碎的感觉。就正常来说的话，摆一个比较简单的图吧，就是这图好像都不简单，这个定式超级复杂的。飞一个吧，飞一个的话，这局部有一个很久以前也没有很久以前，就 AI 刚出来的时候 ，AI 推荐的下法是那个白棋跳，然后黑棋碰一个，然后白棋就这样下，然后把这个给弃掉。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下法。他现在可能因为那个 AI 现在也越来越强，可能这些下法已经有不一样的改变。那这个下法当然是就是双方都可以接受。那我自己觉得，其实白棋可以像这样把这两个子弃掉，其实还是蛮开心的。这个黑棋就将来就什么以后还有这种什么跳出来，反正感觉还有一点借用，感觉这个黑吃的不是很开心。所以说我自己如果是白棋的话，我一般就是这样下。那后来好像还有一个下法是黑棋挡住，但这个就很复杂，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摆一摆。因为今天是快棋的比赛，所以我们就还是主要先跟上进程。这个感觉摆完整盘棋都下完了，那这个地方其实本身变化就非常多。但是实战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棋肯定是黑棋亏了。所以现在变成是林晓彤这边要来思考一下咯。实战白棋这个棋现在往这靠一个，然后靠一个也算是这个 AI 出来之后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下法。那对于这个靠黑大概就3种下法吧，搬里面、搬外面，还有长外面的3种。那简单摆一下这里的变化，就是搬的话，搬里面的话比较简单实战也搬里面太好了。搬里面的话，反正白棋就是搬。那他靠一个的意图，反正就是问一下这个棋黑棋你是要搬哪边？你如果说搬这边的话，这个局部还是简单摆一下好了。
就有一个定时是长这个样子。对，我就快速带过，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好。那反正，白棋就是把脚上这个弃了，然后把方向转到这个左边。那因为左边现在也算是比较宽，所以说如果走这个图的话，白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定式。那实战的话，黑棋选择搬里面。那搬里面的话，白棋就是搬这边，把方向转到右边。那刚才那个下法的话，就等于说白棋经营的就变成左边，那现在就是相反，所以靠一个反就是，问应手看看黑棋是想要让白棋经营哪一边。那实战他觉得，左边价值比较大，所以他决定让白棋转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方向。然后实战白棋这时候先断一下，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局部的一个精髓，就是先断一下，看看黑棋这个棋你要怎么下。就像他实战比如说他实战打这个，那打的话这个断一下，反正应该是不会亏。然后将来这局部基本上这个力都还是先手，那力先手的情况下，这里可能就多了一些其他的借用。那因为你以后如果说，假如说这个棋以后被黑棋拐到一下，那拐到一下的情况下，这样你再断黑棋就绝对会是打这边。那你现在先断的话，黑棋不可能打这边被你先手再挡一下，这样太痛苦了。那断的话，黑棋还有一种下法是先拐，那拐的话白棋就再跳，然后黑棋打回去，这个也算是一个很正常的变化。那实战断的话是选择打这个，然后白棋往这拐起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定式。然后黑棋这个地方虎应该是必然的，不然这个白棋飞过去太大了。好，虎的长，然后这个局部变化大概就是再贴一下，然后这一下应该也都还贴得到。贴完之后再看看是往这拆一个，不知道拆在什么位置。第一个还是这个。这样的话应该是正常的进行。那前面这个断一下有一个作用，就是这个棋黑棋能不能搬这个？搬的话，白棋现在往这立，然后基本上黑棋应该也不太可能会挡里面被白棋先手挡，所以说这个地方爬也是必然的。那么这个棋白棋就可以往这断。那黑棋本身这个棋其实气是非常紧的，就如果说黑棋还想要硬去吃白棋的话，比如说这个棋选择打完贴的话，白棋就可以打完之后碰一个，虽然这可能摆的有点远，但还是想要简单提一下。就是局部碰到这里的话，这个黑棋的棋形非常的难受。那局部要撑住的话，只能接在这个位置，然后白棋就还可以再爬一下，再拐一下，再贴一下，然后再搬过来。反正这个黑棋是有点惨，所以说这棋黑棋基本上还是只能长。然后白棋看他在走在什么位置，然后实战他没有选择贴，而是直接选择走在这里。那这棋黑棋其实拐一个价值是非常大的，就因为你本身可以贴过去，跟黑棋拐过来比，你这拐还不知道要不要长。这如果不长的话，被人家打这个也非常大。实战黑棋先往这里跳，跟白棋接一个多交换，我感觉会特别想拐这个，就都没下。因为这种地方价值其实也蛮难判断的，就是刚才说了很多次，就是这种空中的价值，就这种挂角你是很明显可以看出它价值肯定很大，但是这个拐就比较虚，你没有办法去仔细的判断出它到底目数价值是多少，所以说他们先下这种比较明确价值比较大的也很正常。不过我自己感觉这个拐好像真的非常大。白棋实在选择尖完之后跳，然后一拆。这盘棋看不到时间吗？目前看起来，两位选手剩余的时间没有显示出来。对，不过他们应该都是下得很快。来了。哎呦，对，目前都用差不多5分钟左右。现在换白棋，白棋这棋
大概几种选择。第一个，我刚才一直强调的往这贴，感觉现在就是把这几下贴掉之后，这局部挡个价值特别的大。然后再来就是这地方可能守住这个角也蛮大的，只是不太确定这个方向应该怎么下，就是感觉很想要丢进来，但是也不太确定对不对。实际上拆二感觉没有这个角来的这么大，我自己感觉拆二这手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坏，不过反正肯定也没有太大问题，感觉布局不要亏太多都没事。然后实战选择扳住。其实从前2场的比赛这样看起来的话，在布局上面，基本上你第一个要先注意到的是你思考时间啊。对，布局还是尽量下快一点比较好，就算亏了一点也无所谓，就是反正因为像我们在上场比赛有看到，明明在中盘的时候，这两边的选手其实是很相近的，可是真的到后面官子的阶段，可能思考时间也影响到选手的判断。好，这个棋实战选择虎，那虎完之后应该就是要做眼完之后，好，做眼完之后打一下，这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常见的定式。好，现在黑棋下一步棋感觉就比较困难一点，可能会围一个，但是围在哪也不太确定，不知道如果是围这样，这个是我第一感。但不知道会不会不太满意，因为如果你都不围的话，这地方被打入进来很有可能，我不知道打入在什么位置，感觉就是这里一手棋应该蛮大的，就是他不知道会不会不满足于就这样围，因为这个可能围的目数比较没那么多，他会不会想要贪心一点走在这边，贪心了。其实也很正常。这样的话，应该也还好，反正意思都差不多，反正焦点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就感觉往这边下棋应该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现在的话，感觉白棋下一手棋也很困难，不知道该下哪，感觉应该等在中间。他们都下得蛮快的。我自己的话下棋是速度算比较慢的那一种，就我以前在业余的时候吧，业余的时候那个策略会有点不一样，就是业余，因为我们那种业余比赛的话，就是读秒还是很关键的，所以通常读秒还是会弄到中盘再去用，所以布局会想办法下快一点。但是到职业之后，我们职业比赛一盘棋可能就是基本时限有2个小时，是，那等于2个小时你布局上花一点时间其实也无所谓哦。对，所以因为我职业就是你到那种水平越高的时候，如果说你前面布局稍微落后一点点，你就算落后个2-3目，有可能你后面就完全没机会了。对，你那种职业比赛会更难一点，而且职业比赛那个时间会比较久，所以能想的东西又更多，所以通常可能布局速度也会慢很多。但是业余的话，感觉主要时间花在中盘会比较好，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现在感觉每一步棋都很困难，都不知道该下哪。如果说想要围这边的话，这局部以后被白棋这什么靠下来，然后又往这场靠吗？还是就尖？感觉每一步都不会。这个棋现在如果是我刚才就走在这里，这就没有问题了。这个被走在这里之后，反而不太知道该怎么办。当然也不是说这步棋不好，感觉这步棋本身肯定也不怎么亏，但是后续要怎么下是个问题。现在如果一手棋把它吃掉是棋嘛，吃在这。下在这的话，
白棋应该就搬吧，应该是长，然后顶一下。感觉黑棋要这样下的话，是不是还不如刚才就自己补一个算了？因为现在这样等于说，虽然同样是可以把下面围住，围的目数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但是这中间白棋多了这一堆棋子，就等于说，黑棋做这个跟白棋这一堆的一个交换，那围的目数可能是差不多，等于说这两个交换，它这两个交换看起来应该是，感觉上，黑棋应该不怎么便宜。就感觉白棋中间这堆棋子可能会更有用一点。实战白棋选择直接虎。我的话，我应该会比较倾向于把这下先顶掉，顶完之后看用飞的会不会比较好。这两手的差异性是？就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自己觉得飞的可能棋形会好一点，因为这个棋虎，这以后如果被黑棋一点，你可能是要接住。那在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就是这个棋其实白棋这个棋形感觉上是没有飞来的好。你把这下顶掉之后，这个棋形应该总是要飞在这，所以感觉虎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问题，不过反正问题肯定也不大，反正都是补断。黑棋有没有可能现在点一个？那这地方下的非常的快。黑棋特别想要点一下之后再点这个，那如果可以把白棋点成这样的话，那太开心了。这个白棋的形状很不好，那问题就是不知道白棋有没有可能反击，比如说往这贴出去，可能不一定点得到这一下。所以我刚才在思考是不是其实把黑棋应该先点这个，如果刚才先点的话，白棋如果接住黑棋再拐过来，看起来应该有可能会比较好。所以说，我会觉得说白棋是不是应该顶完飞，看起来可能好一点。不过实战这样是不是感觉，说不定白棋反而赚了？感觉黑棋应该先点。所以现在在思考到点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在思考到点，没有，就是因为刚才点到之后，说不定还可以点第二下。主要是这个点第二下太开心了。如果可以把这个点成这个样子，再搬过。那他如果一样只能拐，那如果一样看成这样，等于说你把这两个拿起来，这个应该还是心情上还有就棋上心情上都便宜蛮多的。实战顶完跳一个，感觉白棋下的还蛮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就感觉黑棋刚才这个飞看起来就有点问题了。这局部黑棋围了10、12，黑棋围了差不多30目棋，跟刚才直接围相比，12、刚才直接围相比的话，目数来讲应该是差不多，但是白棋这中间等于多了一个这堆，感觉上黑棋这一串应该不太对，应该有更好的下法。我布局小亏无所谓，一直强调布局小亏无所谓。我两边在用时上面的话，目前一个是还有11分钟，是林晓彤，那白子的林家彤则是10分钟，也准备要进入到9分钟的阶段了。而且他们双方看他们这个算是比较有经验的选手，他们布局就花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就是他们知道中盘的时候如果读秒的话肯定会很慌张，所以尽量留一点时间到中盘会比较好。现在实战黑棋往那边打入，打入这种棋。这局部还有个断，所以说白棋这棋形看起来不太好下。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一直要贴掉这几下。如果刚才有贴掉这些的话，这白棋就直接挡住，这样看起来应该会
应该好一点。如果都没下，直接挡住。林家彤这一手想很久，犹豫了2次，还是没有落子。犹豫了2次。说他看起来应该是要下这个。看他这个笔的样子，看起来像要下这个。不过这样的话，感觉黑棋这个打入还蛮成功的。但是黑就直接拐过，算蛮开心的。一手棋可以这样渡过去，获得的目数蛮多的。所以刚才就觉得白这棋贴完之后挡住，其实价值是非常大的。哦，还靠住，意思应该差不多。黑棋白应该必然。我感觉靠住可能有点奇怪，应该会有更好的下法。看完应该是要长吧？诶，莫非他看完要虎一个？哦，他要虎，哦，他要长哦。那黑棋顶，白棋只能长，然后黑棋这个棋冲一个，被挡住，黑棋虎过。这样的话，感觉白棋下的不太开心，这个被黑棋整个，这棋基本上可以看成这样。但是黑棋一手棋打入完之后，就整个都连过去了，然后白棋这里自身还有个断点，感觉这边应该是黑棋赚到一点，白棋可能有更好的下法。白棋具体怎么下我也不是很清楚。刚才如果有贴掉的话，我可能就会下了。现在没有贴掉，不太知道怎么办。莫非现在在贴？现在在贴不知道会不会被断，还是说就勇敢挡下去？其实感觉不太想轻易的被渡过去。如果挡，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黑棋会管吗？挡的话感觉有点复杂，不过感觉实战这样子。确实感觉应该是被便宜了不少。好像这时候黑棋开始停下来了，冲有什么问题吗？冲完虎。我问棋白棋以后可以冲吗？不行，冲下去慢一气。就是如果说这以后白棋假如外面都没问题，冲完之后跳一个，接住挡住，这样的话比气应该是白棋慢一气，所以说这地方也没有冲下去的问题。那感觉黑棋这个冲了虎应该蛮开心的，就一手棋下完全部度过了。然后带着目数，然后白棋自身还有问题，这一串黑棋应该大大得分。结果实战这时候怎么停下来了？看一下他在担心什么。这一手棋，林小彤思考了很久，跟刚刚林家彤这边他是有犹豫是不太一样的。反正冲这一下应该总不亏，就是跟直接被拐到相比，这个多冲一下，他这个补段反而也比较难补一点。如果被一手棋拐住的话，就等于把整个都厚了。冲到的话，棋形上来说应该是总不亏。冲完之后再来想这个棋，就如果虎成立的话，反正虎一肯定比较好。那如果他算不清虎成不成立，他就拐还是跳，不知道。但反正能虎肯定是虎吧，就冲了虎，感觉蛮好的，应该没什么问题。除非我有什么看错的地方，这应该不能冲。如果外面都没问题，
冲下去。哦，因为林晓彤现在还在思考。不然真的会怕的话，就断死他。所以还有冲之外的解法吗？我感觉冲应该是最好的。那冲之外，你就直接度过吧。那直接度过的话，你觉得被一手棋拐住的话，肯定是不如冲掉比较好。就冲掉的话，它补起来比较难受一点。那如果被一手棋拐住的话，这里什么毛病都没有，你这个冲断是也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也不太知道他在思考什么，可能就是在算这个以后冲下去成不成立吧。他已经想了快3分钟了。嗯。好，最终还是冲了。对，冲应该是，其实应该蛮必然的。这地方除非白棋有什么手筋，不然正常比气应该都是慢气。就看能不能跟脚上有什么关系吧。搬，就不太理解，应该就是慢气吧，感觉也没什么变化，所以黑棋能虎就虎蛮好的。这局部都没什么棋的话，虎是很好。感觉他现在就是唯一一个不虎的理由，就是他算不清里面这个比气是什么结果，不然虎一个应该总是第一杆吧。就是其实林晓彤应该跟我也差不了多少。是。我其实业余的时候跟他下过一盘棋，然后当时是赢了，但是不知道已经蛮久以前了啊，虎了。对，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感觉这一串好像还是黑棋得分。所以刚刚卡那3分钟，可能真的就是在算气。对，因为这地方其实还是要非常注意，这可能一个失误，不小心你算错气了，整个就死掉了，那肯定就不行。所以多检查一下也没什么问题。我相信小彤的思考能力应该也是非常顶尖的哦，因为毕竟清华大学的这个身份啊。现在该白棋思考了。这题白棋确实不太知道该下哪。补一个。感觉这串被便宜的有点多。现在他们还在思考，那我们现在判断一下现在形势怎么样。按说这块应该是有30目。然后这块的话，算不能冲，就算接回去的话，算到这边应该是25目，25目加30目，55再加上这边可能可以算一个贴目，你就把它当贴目，55。白棋全盘应该是45左右。感觉这个棋还是比较漫长，就是虽然说白棋目数是落后，但是中间说不定将来下一下就有点东西。我这几手两边目前思考用时都比较长哦。可能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就现在可能确实白棋不太知道棋子该放哪。我感觉这个地方断一个好像蛮严厉的，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断完之后，这边还跟这个扳有点关系。结果他是要把这下接掉，接掉因为冲不成立，所以接掉应该也不亏。接掉之后再想，
刚才讲到一半，就是这个段完之后，这个斑黑白就挡不住了，因为这地方有个冲，然后可以打这个，再打这个，所以断的话，可能白棋会有点难下。那感觉现在白棋可能就得在中间补一手棋。那补一手棋的话，看这补在哪里。因为如果说断，你现在得补下面的话，这地方被一长，这中间就这包就死进去了。所以说这个断还是蛮严厉的。那白棋可能就我估计应该是在中间跳。第一感是什么？往这跳或者往这跳之类的，感觉得补一手。这中间被断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补的话就是选点的问题啊，实在是虎一个，反正就也是补一手棋。感觉虎跟跳也比较难去选择，实在是林晓彤立得很快。不立的话，这个局部本身有一个打入，那立完之后这个打入可能就不存在了，所以说立一下那也不亏。不过这种棋好像一般立之前可以先煎它一下，就煎一般来说白棋还是得接住，然后再立，有可能会比较好。因为你立完之后再煎，有可能白棋会有别的下法，比如说白棋可以煎这个。那如果说接住当然就一样，所以说一般来说要立之前可能会先把这下煎掉再立，这个是一个小问题。实在立完之后开始思考。自己又进入了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就不知道该下哪的时候，就下在有木的地方绝对不会错。反观白棋倒是不知道该下哪了，感觉有木的地方都被可以下完。尖冲，尖冲就是浅削一下，去贴。白棋应该就是长或者跳，应该会长吧，应该都行。跳，那差不多意思，反正就是削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让中间有点棋子，中间有点木。感觉白棋如果中间都没有围出任何木的话，白棋实控应该是有点吃紧，所以说白棋现在要想办法在中间弄出一点东西，但是绝对不能像刚才那盘一样硬围中间，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比如说什么这边点几下，这边弄几下，然后中间莫名其妙就有空。通常是这样的下法会比较好，但这个也很难。让白棋接住，那黑棋应该会，黑棋往中间飞。那黑棋思路也蛮清楚的，就是飞这个真的好吗？感觉也不一定。那他可能是判断清楚，就是给白棋围这一点，黑棋也会赢，这意思。实在往这飞，飞完之后往这飞，感觉白棋这个贴应该必然，贴了。我感觉黑棋这个飞完之后飞可能有点问题。但是说有什么问题，我可能也说不太出来。但是我感觉，如果我是黑棋的话，我可能会先飞过，然后看白棋中间怎么围，再决定我怎么破。比如说白棋如果往这边下的话，你这中间随便往它丢进来，其实感觉白棋应该都拿不住你。就比如说什么，我就往这下，但这种棋其实不一定能够围得出什么目。那如果你往下面走，我就往这边来，就感觉白棋围在哪都不太对。那实战的话，黑棋就是一路飞进来。第一感觉的黑棋这样下应该有点问题，但是白棋要怎么制裁它，我也不是很清楚。感觉白棋现在下的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搬过来是第一感。这局部可能，黑棋本身这个飞其实形状就有点缺陷。就比如说白棋这边如果
下几个，比如说白棋这里有一排棋子，这棋直接靠断，我靠它可能就冲，就本身其实感觉还是欠一点东西的，就本身这种飞过来的棋形，其实一般来说就欠一点，比如说什么往这靠之类的，感觉会有点东西。比如说什么靠完之后再往这一搬，其实感觉黑棋不一定好下。所以我感觉这串黑棋飞，虽然说它成功的让白棋这边都没什么空了，但是可能不一定好。实在这时候再飞过，然后白棋这么稳健的飞一个，感觉这时候白棋应该有更好的下法，感觉是想要搞一搞这边之后，再想办法把它靠断。这个飞的感觉有点太过于稳健，这样白棋实地真的会够吗？就按照我刚才点目的结果，应该是白棋中间可能要围出个10目棋左右，10目以上吧，才有机会争胜。但是现在这样的话，是什么？再点一下目，这棋黑棋下的好快，是判断清了吗？这边刚才说25，不对，刚才这边说30、25、28、29，黑全完大概36。36加那边，感觉这个白棋的目好像不太够的样子。就黑棋全麻应该是有65目棋，然后白棋的话，白棋全麻我就点得出45目棋，他下哪了？哦，贴了一下，感觉这样继续进行下去，如果黑棋没出什么失误的话，白棋恐怕是很难了。不过林晓彤他的时间剩40秒。不过因为这盘棋其实感觉也没什么激烈的战斗，突然就进入收官，然后感觉应该算是林晓彤比较擅长的局面，就是这种稳稳的下完，然后就收官，然后就下完了。稳扎稳打哦。感觉白棋刚才就是这边还是下得有点稳健，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但是感觉得下得更激烈一点。就是如果只是这么飞回来的话，感觉目数应该是不太够的。这个棋感觉白棋很困难了。白棋还是下得有点稳健。实际上黑棋现在飞过来了，白棋飞这个，黑棋应该会挡。在思考刚才黑棋可能应该靠住这个好像太大了，这个地方目数比较明显。但是飞这个当然也很大，但是感觉上不如这边的靠住。实战现在白棋在飞，这个应该都是白棋的先手权益。不过现在林家彤他如果还想要再来围地的话，他的目光可以放在哪里？现在应该就是进入收官了，就是所以这个中间然后靠住应该是蛮大的一手棋。
哦，不过靠好像不能靠住。我刚才以为可以靠住，那靠被顶的话只能退，因为如果你挡住的话，这地方有一个点先手，然后这里一断掉就死了。所以说靠完如果只能退的话，那这靠一手好像不是很大，所以说应该不会往这下。那他往哪了？他靠一个，还是他想要偷袭刚才说的东西？这棋可能这怎么下？靠完就长，感觉这个棋还没有到很一定，因为这几乎好像还有点东西的样子。因为本身这个棋黑棋其实刚才说的飞就留下了一点缺陷，我感觉要进去的话，说不定尖会比较好。就是尖的话，因为尖的棋形是最扎实的，最没有断点的。用飞的话，可能就感觉欠这种什么靠断之类的。是黑棋团，白棋拐，黑棋长。感觉如果就这样正常的继续收官下去的话，白棋目数肯定是不够了。这白棋得想点办法。哎呦，他本来要下这读秒读到最后一秒移到这了，但这个刚好被黑棋贴，贴这个，贴这个也可以。我觉得黑棋只要把棋子都连好的话，这个白棋这一下好像又亏了。就目数上来说亏了，感觉这个林家彤好像还是，太久没有来参加比赛了，可能稍微有点生疏。相较于林晓彤来说的话，他比较常来参加比赛，所以说，就是可能会比较。怎么说？在思考上面啦，可能会比较习惯哦。因为林晓彤毕竟在这几年的成绩一直都维持得很不错。对。那家彤的话，现在其实就是可能在重心上面就不是以比赛为主了。对。所以可能在思考上，在进入到这种要去思考对手好几路的这种思考上面，就会比较生疏一点。不过至少现在回来了嘛。或许我们明年还可以再继续看到家彤。感觉我好像没怎么，其实我好像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就可能我在下比赛的时候，他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交棋上面或者其他事情上。就是之前他可能比较活跃的那段时间，我还没有，我那才刚学围棋吧，或者甚至还没学，所以说，对我会比较不太熟悉这位选手。老师黑棋夹一下之后没下了，回来这边虎一个确实很大，但是这边先夹一下之后再回来虎还是有点奇怪。然后实战白棋我这个贴住，贴完退一个。感觉价值应该没有这个大，感觉黑棋现在吃掉这个价值应该是比白棋走中间这个还要大一些，就感觉他这个读秒还是有点慌张。这样正常收的话。一圈嘛，大概50目棋。黑棋已经差不多70目了。好，白棋跳一个，尖。
白棋跳虽然说是一个收官手筋，但是现在看感觉其实不一定便宜，可能还不如最简单的打吃，但反正应该也差不多。现在这样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逆转的地方了。先辅助，再往中间尖。这个中间被越戳越少目，就可以发现白棋刚才其实这个飞丸长价值真的不是很大。不，前面有提到林晓彤在最一开始在左下角的这个飞的这几个在架构上面可能没到那么扎实。对。现在的话有补起来了。那主要感觉是白棋这串应该亏了一点，然后下成这样之后，感觉白棋形势就稍微落后一点，然后在后面白棋再缓了几步，感觉就彻底没机会了。就是哇，黑棋就这么拐一个，感觉不是很大吧？白棋还接了，感觉这个价值应该没有很大。应该就是还是读秒有点慌张吧，感觉这个接住是真的不是很大。就算这个力，然后这边这个什么贴住，或者这边走一个，其实应该都比这个接大。这接本身价值才4目起而已。现在那个1、2、3、4、5，那个7目，这个是怎么算的？这个感觉应该跟那个差不多，这个感觉，感觉这个接住，感觉有一点夸张，这个失误感觉有点夸张。接了虎，黑棋应该是打吃吧，打吃完之后挡住。不过我感觉他们收的这一堆其实都不如把这个冲了提掉。这步棋7目应该是全盘最大。然后实战像这样，我白棋可以冲，没注意，那冲还只能接住。冲的话便宜一点，冲应该就接住吧。冲。这白棋冲这个真的便宜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地方因为有个气井，就是可以看成这样。这局部以后靠一个，白棋只能拐，然后黑棋接，白棋只能冲，然后黑棋一顶过来，这白棋中间就直接0目了，什么目都没有。结果13白棋把这个结给接起来了。感觉这个白棋这个读秒真的太慌张了。这棋白棋应该是输多了。感觉白棋越到读秒的地方失误越多，可能还是太久没下生疏了。所以白棋顶好像也亏了一点，不过这个应该小亏。
翻一下。这棋不知道会不会下完。这基本上只要黑棋不要出什么太严重失误，应该是已经白棋应该是没什么机会。把这个漆没收了。这个黑棋下的越来越快。这个局部退完之后，以后局部有个靠。这白棋应该得补一手，他补的话应该就是看是团还是拐，虽然是团，然后黑棋拐住。这地方白棋没有贴到也亏了一点，这个贴应该是个先手，不然这个局部被断掉，两个子就掉了。所以说贴其实黑棋应该都得接，感觉白棋前面应该找时间先贴一下，现在又被拐到，又亏了，感觉白棋就已经要输了，然后又一直在亏，然后黑棋下得很开心，你看他越下越快，他一定觉得很开心，该下的都下到了。倒是白棋应该是很懊恼，怎么都没下到，冲一下，那应该就把这个也接掉。不用接掉，现在也没什么官子，反正就把这个给唬住吧。唬住可能也不大，中间确实这个中间这个应该比较大。这个白棋围半天，这围了8目，8目加这边反正差不多10目，10目多一点。就感觉白棋中间还是下的比较缓一点。主要还是这局部可能被打入的时候，感觉应该会有更好的下法，感觉应该是得反击，不然这个地方实在被这样度过，我感觉太开心了。黑棋一手棋打入，如果可以像你这样的话，那还是非常满意的。这盘棋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尝一下，没尝，扳住。所以在进入到最后的20秒的这种思考时间上面，林家彤从原本还可以紧紧跟着林小彤的情况，就变成是一路追着跑，对，结果落掉的距离越来越远。感觉可能还是太久没有比赛了，或者是说，可能林家彤在教学上面的话，速度会是比较慢的，在节奏上面会是比较慢的，所以也有可能突然间有一个时间限制上，就会有点不太习惯了。那其实也是一样啦，就是可能有一阵子没有去参加这种公开赛啊，开始要去按表的。难免会有一点生疏，而且还蛮明显，在后面开始进入到20秒的倒数计时的时候，在思考上面就会比较急促一点。反观林小彤，不急不徐，就是越下越舒服。对啊，看他这个是点清自己赢了，就都下得很快。我一吃黑棋打一下，
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留言？要吗？不过我们这个好像是有在4个地方直播，对吧？是，我记得我看好像是。不过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围棋的好朋友啊，也会想要看看，就是在场上啊这些选手，因为其实到了业余的阶段，6、7段应该已经算是快要封顶了哦。所以在其他的棋手上面也会想要看看，到了6、7段这种比较高段位的棋手，会是在这个在对弈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做思考的？完了，没跟上。下了什么？冲一下，然后打一下，然后打一下，断掉。这盘棋怎么还死了？这个被冲断，然后这个断，哇，那彻底结束了。因为现在确实输的有一点多，就本来应该就已经不够了，然后现在又死了。应该快结束了。不过林家彤在这场比赛面对到林晓彤哦，就是6段来面对到7段啦。对，所以其实在段位上面的话，算是有点差距的哦。而且在这几年，林晓彤哦，他所参加的比赛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强啊。因为包括在2020年的时候到名人冠军赛，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业余选手，对，有被邀请进去哦。那个名人冠军赛是唯一一个职业赛有邀请业余棋手参加的。然后总共就是只有邀请4个人。那有一年就是他们这一年是3个男生跟1个女生。是。对，是作为女生被邀请，其实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想，当时林晓彤就有提到说，虽然说在2020年的名人冠军赛里面最后还是2连败，但是他认为能够被邀请到，那就是对自己实力的一种肯定。这盘棋会下完吗？下完的话，可能会差的有一点多。没打。怎么还犹豫了？这地方如果接这个的话，被人家一尖就度过了，应该是只能接这个。
白棋只能爬。现在是按这个图。棋白棋刚才也应该先把这个收掉，感觉又失误了。这是一个2目棋，这一步应该就算走完这个先手再回来接也比较好。就应该是要下完了。我不知道他下哪，他下哪？换白的，换黑的，没事。要顶吧，然后挤，然后就差不多没了。后面应该就不用摆，白棋收掉这个，白棋收这个，那这个呢？其实一路进展到现在的话，两边的差距被拉得多开啊！我也没有仔细去判断，但是刚才看中间应该就已经输多了，然后又出现一点失误，就没有再去判断了。不然我现在来点一下也可以。不过那棋白棋团的时候黑棋收哪了？那不是现在换白棋？团的时候走这个，然后不是换黑棋吗？然后黑挤这个，好，没事，就这样。所以两边已经到最后的阶段了啊。应该是黑棋赢了。差多少我也没点。我一般下棋通常就是在进入关子之前就会先把目点好，然后进关子的时候就专心收好关就好了。因为如果你像他们这种快棋嘛，如果说20秒时间你还要花时间点目的话，你通常点完目可能就已经没几秒，要是剩下2秒，你突然把棋子放哪，那时候可能反而容易出失误。所以一般来说下这种业余比赛，我之前的话通常都是进关子前大概把大概的目数先点清楚，然后读秒的时候就专心的收关。然后到收到快结束的时候再来点一下，然后输太多就认输。所以刚刚老师您在前面在点目的时候，那样子的差距，如果你是林家彤这一边的话，你是会直接就是先认输的吗？没有，我应该会想办法拼一下。但是如果下到后面，因为是真的没机会了，就是已经进入收官阶段，感觉机会应该不大了，就会选择认输。就不会把它下到完。对。我一般来说，除非那种，我目数点不清楚，或者说我觉得我输得很不甘心，我想要把它下完。通常不是这样的情况下，我都会选择认输。就是一般那种职业赛，可能落后个3、4目，应该可能就认输了。但是如果是在业余的比赛，就看目数有没有点清楚吧。就刚才多少啊？100、4、5、6、7、8、190多了，194、195，现在还是输的蛮多的。195相当于输了10个子，相当于输了20目左右。其实还是输蛮多的。
好，那最终的话就是由林晓彤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在赛前的时候，两队这两边的选手都是2胜的选手，不过林晓彤最终是击败了林佳彤，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然后想其实不用到最后的阶段，在前面在关子的阶段的时候，老师在点幕就有点出来说，这2位选手其实在中间整个幕数就被拉开来了。那林晓彤最后在关子的阶段也是很顺利的收官成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好，那这也是我们在上午场的3场比赛最后一场的赛事，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这3场非常精彩的陪伴。然后我们在下午场还有最后的3场赛事，也请观众朋友们要持续的锁定。我是秉承，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见喽，拜拜。谢谢大家，再见。